拖出去，砍了！我竟然穿成曹营大头兵了，明天就要去硬刚董卓的西凉铁骑，我又要投胎了。砍我之前，主公不妨先听一句。放肆！一介小卒也配让主公听你说话？那你配？曹洪将军散尽家财募兵，忠心没得说。可眼下粮仓里还剩几日口粮？你算过没有，小子？军中不是你耍嘴皮子的地方，总比你拿脑袋撞铁骑强。主公，你不是去讨贼，你是赶着去送死。你再说一遍。再说10遍也一样。你一无朝廷正统名分，2无精兵强将，3无粮草资处。董卓手里是西凉铁骑，百战边军洛阳库存，你呢？一群刀都拿不稳的新兵。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卒！你叫什么？李远。入军多久？3日。哼，3日！主公，一个入军3日的小卒，竟敢在中军大帐指点天下，砍了不远。行，那我在下面多等你们1日，到时还能有个伴儿。要是人数不齐，算你们运气好。照你这么说，天下人都去讨董，唯独我曹孟德做缩头乌龟。是别当冤大头，诸侯会盟，袁绍要名，袁术要利，各家也就嘴上喊喊。那你说我该如何？说不出来，今日仍旧砍你祭旗。第一，暂缓出兵，不当第一个死的。第二，屯粮，找本地豪族借。第三，收流民，轻装补兵，老弱开荒。第四，占一块不起眼的地盘，远离战火，慢慢练兵。若收流民屯田，确可解兵源粮草之困。一派胡言，胆大包天！来人，把李远拖下去，洗干净，换身衣裳。明日起调到我帐下做主簿。主公，主簿，怎么，你来当？不就跟软禁差不多吗？还主簿呢？曹公，我此人粗鄙懒散，不通文书，军纪也差，偶尔还顶撞上官。主簿这种要职，不如另请贤能。无妨，我就喜欢你这种贤能。方才那些话，我一句不信。调你在身边也不是重用，只是怕你出去妖言惑众，乱我军心。主公英明。邪门！李远，你为何冒死进帐？不想死。主公若败，我这种小兵跑都跑不掉，被西凉骑兵追上一刀就没了。与其莫名其妙死在路上，不如进来骂醒你。你倒坦诚。主要是编忠义之词太累。滚！明日卯时来我帐中议事，若迟到就砍了你。主公，卯时天还没亮，没睡醒，脑子是糊的。那你是不想要这颗脑袋了？狗老板心眼比筛子还多。主簿，这不就是贴身加班狗？我去，这就派人监视上了。曹老板的多疑果然原汁原味。迟了半刻。回主公，刚找茅房找了半天。从今日起，营中粮草账、募兵名册、乡里户册，皆由你协助核验。协助？就是你来做。半个时辰内，把粮草还能撑几日算出来。账做得乱，入仓没写损耗，出仓没写去向，还有一笔代核挂着，数目不小。乱世募兵，粮草过手，这帮人还敢从米袋子里抠油，胆子很肥。如何？主公想听真话还是假话？说。按柱面算，粮食还够12日，可实际最多9天。主公明鉴，今日新兵增多，出入仓急了些，记录难免有误。哦，是吗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盐号对不上，盐用的那么少，粮却出了那么多，兄弟们不吃盐呐。主公饶命，小人只拿了2袋，不3袋。拖出去，账30，抄没家中存粮，补入军仓。主公若要我合账可以，那以后就由我负责，你也不能过问。滚！来人，去把昨夜备好的东西送到李远帐里。主公，那可是……属下这就去。李远，我倒要看看
你会怎么选？李主簿，这是主公赏赐。好家伙，曹老板就拿这个考验干部。这新来的主簿，昨日才从小邹升上去，今日就得赏了。那是精米吧？还有肉，主公真看重他。原来如此。劳烦二位原封不动送回主公帐中，就说金饼各手，我无福消受。至于这车东西，主公既然送到我这儿，就是让我处置，对吧？应是如此。点灶的火头军都过来！都听着，主公体恤弟兄们这几日操练辛苦，特赐精米、肉食、酒水。今日午时，全营底层士卒每人碗里加1勺精米，伤兵和夜巡的弟兄多半勺肉汤，酒分给守营抬粮的弟兄1人1口，不许闹事。李主簿，这真是主公赏的？废话，不是主公赏的，难道是我李远从天上变出来的？记好了，吃饭前都给主公谢恩，声音大点儿，别像没吃饱。谢谢主公，主公仁厚，有肉汤啦！曹老板想试探我，我就顺手把金饼退回去，显得我不贪财。粮肉分下去，名声算曹操的，情分却有一半记在我李远身上。要是曹老板心疼，那就更完美了。李主簿说金饼各手没有收。油嘴滑舌。粮呢？分了。李主簿召来火头军，说主公体恤弟兄们辛苦，特赐精米肉食。如今全营都在谢主公仁厚。谢主公赐食，主公仁厚。好得很，拿我的粮买他的名。哼，这小子有点意思。主公，要不要将李主簿叫来？叫他来干什么？夸他替我收拢军心。去，把他叫来。算了，让他把粮账重新做一份。别抢，抢的扣半碗。伤兵先来。昨夜巡营的站左边，你脸都睡肿了还冒充夜巡，滚后面去。李主播，这真给我？嫌少？不少，多谢主公，多谢李主簿。谢主公就行，我只是传话的。哼，倒是会做人。曹洪将军吃了吗？没吃排队。你让我排队？规矩就是规矩。李远，你别仗着主公今日抬举你，就不知天高地厚。将军误会了，我一直不知天高地厚，跟主公抬不抬举没关系。这账你怎么说？大人，是我记错了。重记。自丑的像鸡爪刨泥。李鲁布说，主公若嫌自丑，就给他配2个文吏，别整天想着马子跑，又不给马吃草。不给，明日给他拨1个文吏，告诉他，不是我心疼他，是怕他那手字污了我的账册。诺。夏侯惇，曹洪告状还挺快。见过夏侯将军。就是你踹主公大帐，擅自分主公精粮，当众顶撞曹洪。没错，都是我。入军3日，便敢辱主公，乱军规，欺宗族将领。你真以为主公不杀你，我夏侯惇也不敢动你？将军，打我之前，要不先回头看看你的兵？什么意思？跟我来。左翼空，右翼乱，前排压得太深，后排跟不上。遇上步兵还好，遇上骑兵从右侧一冲，不出30秒，
你这队人就得散。将军要教我做人，可以，不过带兵的人先把兵带明白。你再说一遍。左翼空，是前排老苏压得太快，新兵跟不上；右翼乱，是辎重车摆错位置，挡住转向路线。前排压太深，是将军平日只夸勇猛，步伐脱队。若遇西凉骑兵，30息内必散，散了以后老兵能逃，新兵会被踩死。将军若不信，现在让他们从右侧急转，再列盾阵，能在50小内站稳，我给将军赔罪。传令，右转列盾。李远，你来整我的兵。将军，我只是主簿，练兵之事非我职责。方才说的头头是道，现在说非你职责。指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两回事。比如我知道主公脾气差，但我也治不好。你当真不怕我？怕有用吗？将军要杀我，我跑不过你，打不过你，喊也未必有人救。既然横竖都没用，那不如把话说完。那你说怎么整？先把辎重车挪开，别挡转向。老兵拆开，每伍放一个老兵带新兵。前排不许擅自压上，谁脱队抢先，罚他背盾跑3圈。右翼选2个脚不稳的补位，转向先看旗，不看人。还有，别天天喊杀声震天，嗓门大不等于能打。队形稳，脚步齐，才有命活到砍人那一下。那人盾举太高，挡眼。后排那个脚下别飘，旗手站稳。你旗乱了，全队都得跟着你犯病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慢点儿，慢点儿不是丢人，散了才丢人。这个李远有点东西，站在帐前瞥几眼，就把我不求的问题看穿7、8成。这等本事，若说只是乡间小卒，谁信？昨日踹帐辱主公，主公没杀；今日分粮坏规矩，主公没罚，凭什么？主公多疑成性，寻常人敢在中军大帐骂他送死，坟头草都该有3寸高了。偏偏李远活得好好的，还成了主簿，还被安排在身边，赏金赏粮，被反手薅了羊毛，主公居然忍了。再想想孟德年轻时那些风流事，莫非这是主公早年在外留下的血脉？因身份不便，只能先放在军中历练，所以主公才明着骂暗着护。越想越像，太像了！这马夫什么眼神？刚才还想砍人，现在怎么像看失散多年的亲戚？坏了，不会被我骂出什么怪癖吧？袁让，你在做什么？孟德，你又做了什么？主公这话就偏心了。什么叫我又做了什么？这次是夏侯将军先堵我帐门，拔刀要教我做人。主公，李远此人目无尊卑，惹怒袁让也不奇怪。曹洪将军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你中午插队没插成，晚上就来添油加醋，这格局是不是太小了？你说谁格局小？谁接话说谁。李远，都闭嘴！袁让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可能是孟德的血脉啊！若真是曹操子嗣，那我方才拔刀吓唬，岂不是差点伤了自家人？末将原本听闻李主簿善分精粮，顶撞子昌，心中不忿，便来问问。不过李主簿方才指出末将不足操练之弊，所言皆中要害。末将亲自试了，确有其事，还真整齐些了。贤侄高才！袁让，你胡叫什么？李主簿年纪轻，又有才干，末将年长几岁，称一声贤侄，勉励后进，也无不可。袁让，你方才还要教训他？教训是教训，欣赏是欣赏。子莲，你莫要心胸狭窄。我心胸狭窄？刚才我说格局小，将军还不认。你闭嘴！都滚！贤侄，这辈分乱不乱啊？贤侄，日后在军中若有人欺你，来找我。夏侯将军，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有误会。我懂，
放心，我不会多嘴。你懂什么了？你这表情不像懂，像脑补了80集家族伦理大戏。明日易落脚点。曹操现在家底薄得吓人，大城有钱有粮，但也有目光，有争夺。谁占了好地方，谁就会被盯上。曹操现在缺的是活下去的空间，要有田，要能收流民，要离战火中心远一点。集武就是集武，偏僻，能避开乱战，有田能囤粮，流民会经过，能补人，而且不会让曹操膨胀。曹老板一旦膨胀就爱干大事，干大事就容易送。明天必须把他按在己属，谁提大成怼谁。主公，若不即刻西进讨堵，那也该择一大城立足。陈留富庶，酸枣交通便利，占住此等地方，方有号令之势。大城有利也有弊，兵少而城大，少备不易。可若去小县，粮草何来？人马何来？起兵讨董，总不能躲到乡下去重敌吧？酸枣离会盟之地近，若诸侯聚兵，主公也方便进退。正是，若去酸枣，还能结交袁本初等人，借势扬名。主公，我建议去济右。济武？那是什么地方？陈留属县，地不大，名声也不显。你让主公去一个鸟不拉屎的小县？鸟拉不拉屎我不清楚，但人能活。主公起兵讨我，天下瞩目，你让主公躲去小县，岂不让人笑话？笑话能换粮。去陈留，别人会盯着；去酸草，袁绍会盯着，袁术会盯着，董卓的人也会盯着。主公现在要兵没兵，要粮没粮，往大城一坐，看着威风，实则就是把自己摆上案板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便只配躲在小县。不是只配，是只该。主公现在最要命的毛病，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你觉得起兵就得轰轰烈烈，落脚就得大城高门？可牌面能挡骑兵吗？牌面能让新兵不跑吗？牌面能把空粮仓填满吗？主公，咱们穷就要有穷的活法。你觉得起兵就得轰轰烈烈，落脚就得大城高门？可牌面能挡？那济武有什么好？第一，远离战火，没人一上来就跟咱们拼命。第二，流民必经，洛阳一乱，百姓往东往南逃，大城关门自保，别人不收，咱们收。青壮补兵，老弱开荒，妇人纺织做饭，流民不是累赘，是本钱。第三，田地，抢粮只能抢一时，种粮才能吃1年。主公若想日后打董卓，先问问明年春天锅里煮什么。若以根基论，己务确比缩腰稳。小县不小眼，便于积蓄。若能收拢流民，数月之后，兵粮皆可见效。可名声呢？别人都在会盟，主公窝在吉姆，岂不落人之后？曹洪将军，你散尽家财助主公起兵，我敬你忠义。但你现在最该心疼的不是名声，是你那些钱能撑几天。名声这种东西，活着才有用，死了，别人给你写100篇遗文，你也看不见。若我去了济右，诸侯会盟时，别人问我为何不至，又该如何？简单，就说主公正在陈留收拢义兵，安置流民，筹措粮草，为讨迭做长久之计。等他们在酸枣天天喝酒扯盘，主公这边兵粮翻倍，到时候谁笑谁还不一定。你怎知诸侯会喝酒扯皮？因为他们都有兵有粮有地盘有小心思，真正想拿命打董卓的没几个。若去济右，你负责安置流民，清点田地，筹措屯田章程。主公，我只是建议。建议得这么好，不做可惜。我身体虚，我身体虚。看不出来。我会种地。你会指使别人种？我还要合账。李远，给你配文吏。传令，全军整备，3日内拔营往济乌。怒！末将领命。贤侄放心，若有人不服屯田安置，我替你压着。不必这么客气。应该的。历史书上“民不聊生”4个字，落在地上，就是一户户没炊烟的人家。果然鸟不拉屎。
鸟拉不拉不知道，但能种粮。李远，这地方若养不出兵粮，我拿你问罪。主公放心，养不出来之前，我一定先跑。开个玩笑，活跃气氛。你最好少活跃。打人了，快拦住他！这大汉疯了！何人闹事？说好当兵管饭，就给俺这一碗稀的，喂鸡呢！军营重地，何人敢乱？俺来当兵，官吏说管饭，结果就给俺一碗水。俺问能不能再添，他骂俺饿死鬼投胎。俺就问问，饿了要饭有错？夏侯将军，不是小人不给，是军中有定额，他一来就喝了3碗，还要第4碗。你胡说，俺才吃3碗。3碗还才？那身板，那臂膀，那股蛮劲儿，简直像天生为战场长出来的。这大汉若入军，披甲执戟，站在阵前就是一堵墙。既有本地壮汉，饭量大，蛮力无双，还因为吃不饱跟人打起来。典韦，未来曹操贴身保镖，曹营武力天花板。曹老板那眼神已经不对了，像穷了半辈子的老板忽然在垃圾堆里捡到金砖。不行，这个得截胡。乱世里，聪明人没保镖，就像怀揣金子走夜路。不是你会不会死，是你什么时候被人摸走。典韦，必须拿下！还敢狡辩？你要打，俺奉陪。夏侯将军，先别急着打。李长部，此人扰乱军营，伤我士卒，不打不立规矩。典韦下手其实收着了，否则以他的力气，一木桩下去不是抱腰哼哼，是当场吃席。规矩要立，人也要分。有人闹事是为了抢，有人闹事是为了活，这2个打法不一样。先问清楚是谁先骂人。你也是官儿，你也要罚俺？罚不罚另说，先问一句，没吃饱？废话，俺饭量大。看出来了，叫什么？典韦。哪里人？济州人。为何投军？听说当兵管饭。家里还有人？有老母。这就对了，典韦笑，这种人认准了就不会轻易变。打服的是身体，要拿心得从根上按。不好意思，老板，职场可以加班，保镖不能让。典韦，你听清楚，军中确实有定额，你一人吃3、4人份，按普通兵卒发粮肯定不够。那俺不当了。伤了人还想走？那你想怎样？我说让你走了吗？跟普通兵卒你肯定吃不饱，但跟我可以。从今日起，你不归招兵棚管，归我帐下。李远，你胡说什么？这等壮士自该入军中效力，岂能给你一个主簿做死髓？此人力大，可上阵杀敌，放你身边端茶送水，岂不浪费？跟我有3件事：第一，管饱；第二，你老娘也管，每日有粮有柴，冬天有厚衣，只要我有一口吃的，就不让他饿着。若你立功，我让他顿顿吃上肉。俺娘也有，你说真的？我这个人懒，嘴毒，爱骂人，但不喜欢拿老人骗人。典韦愿跟李壮部。好，贤侄身边确实该有个护卫。大哥，你可闭嘴吧！你越解释，我越像什么曹家私生子。李远，你倒是手快。主公过奖。我夸你了吗？主公刚才说我手快，这在军中算夸。你既投了李远，便是我军中之人，军纪可守。只要给饭，
俺手。还有给他娘饭。对，还有俺娘。若他一顿吃5人份，这粮从何处出？从我的俸粮里扣，不够的部分算入护卫军需。毕竟典韦保护的是我，我保护的是主公的脑子。四舍五入，他也在保护主公。你这是强词夺理。主公若觉得不对，可以砍我。他管俺娘饭，你不能砍他。放肆！这是主公，主公也不能随便砍管饭的人。好，太好了。我曹孟德亲自招来的地盘，亲自拨的粮，结果一个绝世猛汉转头认了李远，认完第一件事就是挡着我拔剑。李远，你教的真好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典韦刚来，不懂主公平日拔剑只是活动手腕，并不一定真砍。我什么时候拔剑只是活动手腕？那您现在要真砍？主公，典韦力大，若真留在李主簿身边，未必是坏事。李主簿行事得罪人多，有护卫可省不少麻烦。既然如此，典韦暂归李远帐下。伤人之事，念其初犯，又是军需小官辱人在先，杖责免了。但营中桌椅、木桩打翻的粮，照价赔偿。俺没钱，他归你了。记我账上。好，你过来。典韦赔桌椅，你赔骂人的账。招兵处以后立规矩，饭少可以明说，粮紧可以解释，但谁敢再骂来投军的人是饿死鬼，是贱民，直接赶出军营。诺。俺娘那份少不了。等安顿下来，你带人去接。若老人不愿挪，就派人送粮过去。还要半饱，再给他一碗，稠点儿。看我做什么？看李长部。你不用一直跟这么近。俺是护卫，怕有人砍你。你睡外帐。你进来，我就得出去。李主簿，明日真能接俺娘？能。有肉吗？立功就有。那俺明日立功。典韦现在何处？在李主簿帐外守着。李远呢？回帐歇下了。他倒睡得着。主公要去何处？去找李远。我睡不着，他也别想睡安稳。主公，李文不睡了。我知道他睡了。那就明日再来。你在教我做事？俺不敢，俺只是护卫。李主簿说，人睡不好脑子会慢，脑子慢了，主公吃亏。典韦，你可知我是何人？那你还敢拦我？主公要杀他？我半夜来找他说话，怎么就是要杀他？那也得小声点儿，他白日忙了一天，腿都酸了。曹老半夜来找人，绝对没好事。老板半夜不睡觉，突然找你谈人生，十有八九是要画饼，剩下1成是让你背锅。李远，我知道你醒着，你若再不出来，我便让典韦去伙房领明日口粮，告诉他们从你俸粮里扣。主公，这个时辰鸡都没起。你倒睡得香。我不是主公这种半夜不睡还到处吓人的异类。进去说。谁准你做了？典韦那等猛士，你为何非要收在身边？怕死！我在军中得罪的人不少，曹洪将军想揍我，夏侯将军以前想砍我，老吏们恨我查账，哪天晚上被人套麻袋，我都不知道是谁下的手。你分我的粮，劫我的人，
还说是为我办事。典韦跟我跟主公有区别吗？我在曹营吃主公的饭，办主公的事儿，他护我就是糊住主公的脑子。你还真把自己当我的脑子？不敢说全是，至少算个止损部件，就是主公热血上头要送命时，负责把你往回拽的东西。李远，你觉得我曹孟德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来了，老板深夜灵魂提问，说好听了他觉得你拍马屁，说难听了他真可能拔剑。真话就是，主公有雄心，有胆气，有手段，也有名望。若给你足够本钱，你能做大事。但现在没本钱。主公现在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总想用未来老板的排场拔草台班子的事。李远，你当真以为我不杀你？主公若真要杀我，刚才典韦拦不住。你现在坐下来问我这些，不就是因为心里也清楚吗？主公今日见了吉武，心里不舒服。你觉得这县小、城破、地偏，配不上你曹孟德的志向，所以主公半夜来找我，不只是为了典韦。你是睡不着，你觉得憋屈，你怕天下人笑你。出去！你看我倒看得准。因为主公把野心都写脸上了，嘴上说匡扶汉室，眼里全是想赢。那又如何？乱世之中若无圣心，如何平贼？我曹操散奸家财，弃官逃亡，起兵讨董，难道只是为了窝在几屋算几斗米？主公，营中现在有多少粮？全营每日耗粮多少？新募兵卒几日能成队？牛几头？犁几步？种子够不够春耕？主公，你谈天下，我不反对，可外面那些人明日吃什么，你搭不上来。匡扶汉室很好听，讨董卓也很热血，可弟兄们饿着肚子的时候，听不懂这些。他们只知道今天碗里有没有米，伤了有没有人管，家里老娘会不会饿死。我自会给他们前程。前程？主公，没钱没粮没地盘的时候谈前程，就是耍流氓。你给他们画一个大饼，说将来封侯拜将，听着很香，可他们今晚回帐还是喝稀粥，日后若遇西凉骑兵，还是要拿命填。主公，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能靠一口热血撑着，热血烧完了，人会饿。那你说，所谓大义，便无用了？有用，大义是旗，旗要举，但旗下面得有人，人得吃饭，饭从地里来，所以现在先种地。主公别嫌土。人活着，靠的就是土里长出来的东西。你可知我为何讨董？因为董卓该死，这点我不反驳。董卓祸乱朝纲，残暴无度，天下人共讨之，没错。但主公要记住，想杀董卓，得先活到能杀他的那天。李远，你说我画饼，那你给我记住，终有一日，我会让这张饼变成真的。那就先从明天早饭别太稀开始。主公慢走，不送。主公，县北道上来了大批流民，黑压压一片，看不到头。这么多人，若冲营，麻烦大了。先列阵，稳住营门。谁大清早嚎丧？粥开了没有就喊。嘿嘿。李远，你昨夜说流民是本钱，现在呢？现在是本金带着利滚利一起砸脸上了。你还有心思说怪话？这事儿是你提的，你说来几屋收流民，如今流民来了，你倒是收啊！曹洪将军，你这话就像看见雨下大了，怪昨夜说要打井的人。营中还能动用多少粮？回主公，若按全营正常口粮，还能撑8日；若减半，能撑12日。减半也不够，这些流民少说数千。主公，乱世不能心软，给他们一锅粥，让他们往别处去。若不走，就去。
我们，后面有兵有贼，回去也是死。陈留城不让进，乡里豪强关了门，我们能去哪儿？军爷，给口吃的吧，孩子3日没进米了。我们不进营，就在外头给口汤也行。他们不会给粮，他们就是想看我们死。冲进去，营里有锅有米。列阵！敢冲营者，杀！警卫，打腿，别打头。都给我站住！想吃饭的，站住！冲营抢粮，按军法该砍。典卫，把带头冲营的全捆了。诺。我们只是想活，不抢也是死。那边有锅，有粮，有刀，也有规矩。你们若想吃饭，就按我的规矩来。从现在起，所有流民不得靠近营门30步。青壮男子站左边，妇人孩子站中间，老人病弱站右边。谁抢队，谁闹事，谁煽动冲营，今天没饭，明天也没饭。觉得我吓唬人的，可以试试。曹营不是善堂，粮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要吃饭干活换。青壮开荒挖沟伐木修营，妇人做饭缝补挑拣种子，老人看孩子编草绳。干活的1日2顿稀粥，干得好的多半勺。老弱孕幼先登记再领粥，领了粥不许重复领，查出来一家3日没饭。干活就有饭，军爷，俺能挖沟，俺会修梨，俺媳妇儿会纺麻。可粮从哪里来？他们干活也得吃。春耕前，田里长不出粮。主公，粮肯定不够，所以不能白养，必须立刻把人变成劳力。舍1顿粥换几千人听令，这买卖不亏。开仓，按李远的规矩来。李典，麻烦你带文士登记，按户造册，青壮、妇谋、老弱分开。好。曹仁将军，劳你带人华外营，木栅先检后稳，辽民驻外营，曹军驻内营，中间设粮点和宫点。明白。夏侯渊将军，你带骑快，去周边乡里问豪族借粮，就说曹族安民，需各家出1粮。借粮？出粮者记名，日后护其庄田。若不出，流民饿极了，冲到谁家门前，曹军不一定来得及救。懂了。这叫借粮，这叫拿流民下豪族，偏偏还很有用。贤侄，我做什么？夏侯将军，你压阵，谁敢冲营打，谁敢抢粮也打，但别乱杀，杀多了后面不好管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敢乱。记清楚，第1锅只给老人、孩子、病人，第2锅给登记完的妇人，第3锅给青壮。但青壮吃饭前，先排队领木牌，编队，下午出工，谁不干活，晚上没饭。那我们呢？你们带头冲营，按规矩今日没饭，饿不是抢的理由。人不能一直盯着苦难看，看久了会心软，心软就会坏规矩，规矩一坏，今天救下的人，明天就会因为混乱死更多。能修，给俺2根硬木，再给半截陶片，明日就能下田。记他1分。啥分？干活有计，分高多粥。那还能修耙？都记。军爷，俺没犯事儿。你能扛？扛啥？先扛木头，以后扛刀。
安康。第3队，挖沟37步，合格，多半少。第6队，偷懒2人，对头未报，全队少半少。很好，内部监督机制初步形成，不用我天天骂，群众自己会骂。曹洪将军，喝点儿。李远，我散尽家财起兵，结果现在喝这个。将军，这碗里喝的不是粥，是未来。你少拿主公套画饼糊弄我。昨日耗粮多少？回曹将军，昨日安置流民3700余米，老弱病幼先给，青壮出宫也给3700余。这么吃下去，粮仓能撑几日？若照昨日之法，至多5日。干活，干活能把粮变出来。哼！主公，不能这么吃下去了。昨日1日，粮耗比原来多了近倍。照这吃法，最多5日粮仓见底，必须减耗。如何减？青壮口粮减半，老弱病幼只给清汤吊命。至于外营流民，粥里掺些细沙。主公，不是真让他们吃土。只是周太息流民总嫌不饱，掺些洗净细沙，入口有物，能哄一哄肚子。沙子入腹，恐伤肠胃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粮窗就这么大，他们饿着会乱，吃着也会把咱们吃死。军中自家士卒都未必吃饱，怎能让这些流民吃个没完？若粮尽，莫说流民，咱们这点兵也得散。青壮口粮暂减30%，外营之粥可稀些。末将明白。愣着做什么？到！曹将军的令，主公也知道，让你到你就到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这是什么？回礼主簿，细沙。我眼没瞎。我问你，细沙往粥锅边搬，准备干什么？这是曹将军吩咐的，粮草紧张，粥里掺些沙，能，哎呦！李主簿，你敢打我？这是曹将军。典韦，走。李主簿，不可，主公正在议事。别挡路！杀！李远，李远，你发什么疯？我发疯？主公，这是你默许的。粮草紧张，权宜之计而已。粥里掺少许细沙，撑一撑肚子，又不是毒药。不是毒药。曹洪将军，要不你先吃一碗？主公，你要省粮，可以减你的饭，减我的饭，减将领的饭。你要士卒苦，可以明着说，粮不够，大家一起熬。可你往流民和士卒的粥里掺沙，这是粮吗？这是人吃的东西吗？李远，你少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营中就这么点粮，不省怎么办？你昨日收流民收得痛快，今日粮仓快空了，你倒是变粮出来啊！省粮不是这么省的，你以为掺了沙，流民就能老实？他们今日吃一口沙，明日肚子疼死几个，后日整个外营就会传，我们把他们当喂，到时候青壮还会给你挖沟，妇人还会给你烧水。不会，他们会半夜拔木桩，会抢粮仓，会烧营，会把你曹洪将军的脑袋当锅盖砸。你放肆！主公，克扣军粮等于自掘坟墓，掺了沙子的粥吃不出忠诚，只能吃出反贼。别碰他，够了！你骂也骂了，沙也砸了，粮草不够，
你来填。今日不开这个口，明日外营几千人吃什么？你说不能掺沙，好，那你告诉我粮从哪里来？对，你说呀，不是能耐大吗？你若变不出来，就别在这里装什么菩萨心肠。我不是菩萨，菩萨救人不收账，我救人讲回本。咱们没粮，但吉吴的本地豪强有。哼，你当我没派人去借？一个个哭穷，门关的比城门还死。借粮不借，难道抢？抢了名声坏，豪强反，后患无穷。抢是下等法子。王家己右本地大族，田多粮多，家丁也多，县中不少佃户都靠他家吃饭。哼，我知道，昨日我亲自让人去过。王家家主说粮仓见底，只肯拿出2袋糠。2袋糠，主公信吗？哼，我若信，便是傻子。既然他装穷，那就别跟他借。主公拉不下脸去要，我去。不带兵，带典韦。他也算兵，他算饭桶。你到底要怎么做？王家不是哭穷吗？那我就帮他扬名。明日一早，我带10口大锅去王家门口煮粥，再把外营最饿、最惨、最能哭的老弱妇奴带过去。门口挂一块大牌子，感谢王大善人毁家纾难，倾尽家财捐粮养民。你这不是坑人吗？这叫替豪强积德。辽民去了王家门口，天天磕头谢恩。王家若真有善心，那就开仓放粮；若不开仓，几千饿疯的人堵在门前哭着谢恩。到时候他不给粮，门外流民会怎么想？几部百姓会怎么想？他家那些滇员会怎么想？捧杀！读书人说话就是好听。王家若闭门不出呢？那就继续谢，早上谢，中午谢，晚上谢。老人孩子在门口哭，妇人抱着空碗磕头，我不碰他家一根木头。可只要门外饿死一个人，王家祖宗18代的名声就别想要了。若王家狗急跳墙，放家丁驱赶流民呢？那更好。哼，俺打断他们腿！王家私蓄家丁，殴打饥民，抗拒曹公安民，到时候主公就不是借粮了，是替天行道，查抄奸恶。你连后手都想好了？出门办事总得带脑子。伙房不准掺沙，按昨日规矩放粥，口粮可惜，不可辱人。诺。明日你去，若粮要不来，我把那袋沙全煮给你吃。主公，这就没必要了吧？照常放粥。别跪，后面还排着队。去挑几个哭起来最惨的老人孩子，明早跟我走。干啥？带他们去发财，看王大善人懂不懂事儿。积善传家，挺会给自己贴金。等会儿别乱喊，按我教你们的喊，谁喊得好，中午多半勺粥。李鲁不放心，俺年轻时给人哭丧，10里8乡都说好。专业对口，你站最前面。这写的什么？快去禀家主！王家主，曹公安置流民，听闻王氏乃济翁第一善门，特来向王家主致谢。昨日王家虽只拿出2袋糠，但我懂，王家主不是不愿出粮，是为人低调，是行善不欲人知，是大善人都有的毛病。李主簿，老夫昨日已向曹公说明，家中确实无粮，你今日带这些人堵我庄门，是何道理？王家主误会了，我不是来堵门的，我是来替王家主扬名的。您看，牌子都写好了。老夫何时说过要倾尽家财捐粮养民？听见没有？王大善人太谦虚了，明明已经有心毁家息难，却怕百姓感念太深，不肯承认。王大善人啊，你活菩萨呀！我们3天没米下豆，听说您要开仓救命，老汉给您磕头了。谢王大善人，王家积德呀！王家主救救孩子吧！
开侧门，让家丁把他们赶走。家主，外头有曹军的人，就一个大汉，可那大汉看着不太像人。胡说八道！难道他还能有3头6臂？都滚！谁敢堵王家庄门，打断腿！你又是什么人？敢在王家门前撒野？俺是李主簿的护卫。曹营主簿又如何？这是王家庄。你也谢王大善人。诸位看见了，王家护院殴打饥民，妄图阻拦王家主行善，幸亏我等及时阻止。王大善人啊，您家下人不懂您的慈悲，差点坏了您的名声啊！王大善人开恩啊！王家积善传家，不能让恶奴坏了名声。你刚才说谁敢堵门就打断腿？小人胡说的。胡说就好，回去告诉王家主，曹军不抢粮也不放民，但若王家纵族伤民，私去恶徒，我家主公最见不得这个。到时就不是我带锅来了，是夏侯将军带兵来。李主簿说的对，继续。王家真要捐粮，牌子都挂出来了。王老爷以前不是最爱说积善传家吗？若不开仓，这些人得哭死在门口吧？李主簿，我家家主仁厚，愿出粮10道，救济流民，还请礼办部速速带人离开。10道。诸位，王大善人说了，他家倾尽家财，只能拿出10担粮。10道？我们这么多人，一人能分几口？王家那么多粮仓，就10道。前日我还看见王家粮车进庄，我给王家扛过粮，那仓里满着呢。李主簿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我欺人？他们饿得连路都走不稳，来谢王家救命。王家牌匾上写着积善传家，家中粮仓里有粮，却只拿10斗出来打发人，到底谁欺人？诸位，既然王家穷到这个份上，我们也不能逼人太甚。来人，把牌子改了，把王大善人毁家纾难改成王家贫寒，全族仅余10奏。再去县里敲锣，告诉全县百姓，王家已经穷得只剩10担粮了。以后王家若再收租，诸位也体谅些，毕竟他们家穷。王家穷，他家若穷，咱们算什么？泥里刨食的鬼吗？只剩10道粮，还收什么租？混账！他这是要断我王家的根！家主，不能再拖了，再拖名声没了，庄户心也散了。曹操虽穷，可毕竟有兵。那李远就是个滚刀肉，真闹到查抄家丁，咱们更亏。我一辈子精明，没想到林老被一个年轻主簿架在火上烤。给粮肉疼，不给粮名声、佃户、庄子都要出事。这哪里是借粮，这是把刀放在我粮仓和祖坟中间，让我自己选。开仓，取粮500石。500太多。牌子写大点儿，别省墨。800上。李整部，王家感念曹公安民之德，愿捐粮800担，以济流民。王大善人高义，我就知道王家积善传家，绝非空话。都愣着做什么？谢王大善人！谢王大善人！王家积德，王家主长命100岁。王家捐粮800针，记入曹国安民义粮册，粮袋封口，车数清点，路上不许少。王家出粮之事写成告示，贴到济攸县口。不必如此张扬。不行，王家主如此高义，若不张扬，岂不埋没善名？放心，我一定写得好看。王家主，今日这事儿您赚了。老夫出了800石粮，还赚了。外面几千流民饿着，王家粮仓又这么满，若不是曹营接手，3日之内，饿急的人会自己来王家门口。到时候他们不会挂牌，
也不会磕头。他们会越过院墙，会引发火情，会让粮仓变得空空荡荡。今日你出了800事，换曹军记你一份功，换辽民谢你一回，换庄户不立刻恨你，这买卖不亏。牌子我给你留着，以后真想积德，可以继续用。8成要出事，王家那群人最爱装死。李远这小子嘴是厉害，可粮又不是用嘴能舀出来的。主公，李主簿回来了，800担粮正在入仓。第1车粟20吨，第2车麦18吨。你小子真把王家薅出血了？主公慎言，这是王大善人主动捐粮。王家真给了。曹洪将军不信，可以去王家门口看看，那边还有您借不到的2袋糠。入仓，今日外营弓队多半少粥。谢主公，谢王大善人。主公，品牌打出去了，得持续维护。主公，李主簿，县外荒田已清除不少，可开荒犁田卡住了，牛太少，犁也破，一具犁要2头牛拉，营里能用的牛不过10几头，照这么开下去，春季前怕是连3成地都翻不完。去把陈瘸子叫过来。诺。粮食有了，可地翻不出来，秋后吃什么？曹洪将军，这犁谁造的？县里旧仓找到的，老农这么用。难怪地翻得慢。难不成用了几百年的犁，到你嘴里还成废物了？不是成废物，它本来就是垃圾。李主簿，这犁虽旧，可祖祖辈辈都是这么用的，怎能说是垃圾？陈老，我不是说你手艺垃圾，我是说这东西结构垃圾。好啊，李主簿如今连犁都看不上了。种地这事儿，你一个20岁的主簿，难不成还比老农懂？你说他不好，那你有更好的？有，吹吧。我能造一种犁，1头瘦牛就能拉动，转向轻，入土深，省人力，快得多。1头瘦牛入土还深，转向还轻。李主簿，犁地不是编草绳，土硬犁重，牛力不够，怎么可能拉得动？所以要改，直缘改曲缘，长缘改短缘，犁架重心往后调，加犁瓢，调深浅，犁壁改成能翻土的形。图呢？没有。主公，你看，他根本就是嘴上。拿木板和炭笔来，我现在画。现代人不一定会种地，但9年义务教育加上短视频杂学，足够在东汉末年降为欺负人。难的不是发明，难的是把问题换个方向解决。这圆为何要弯？直缘太长，力传得笨，转向也难；弯圆短些，牛力更直接，人也好控。此处是何物？调深浅，犁头入土深了，牛拉不动；浅了翻不透。有这东西，可以按土软调。这个斜面，翻土用的。犁头破土，这边把土翻过去，不是只划一道沟，是把土掀开。能成。若照这图，犁身轻，转向省，一遍抵过去2遍。纸上画的好有什么用？造出来再说。主公，给我木匠、铁匠、旧铁片、硬木，再给陈老调30个帮工。给。主公，铁料紧缺，兵器都不够打，拿去造犁。曹洪将军，刀能杀人，犁能养人。没粮，你连举刀的力气都没有。那根木不行，太脆。犁饶要弯，不是让你折断。铁片烧红再锤，别硬砸。李主簿说了，这犁壁要斜。斜，你耳朵让周糊住了。你倒清闲。主公，这叫技术监督。人不吃饭，脑子慢。这句话你打算用一辈子？有用就行。若此物真如你说的那般有用，李远，你可知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能用更少的牛、更少的人，翻更多的地。意味着今年秋后，粮仓不一定只靠薅墙。意味着流民不会只张嘴吃饭，
他们能变成田里长粮的人。主公，这东西不威风，没有刀亮，也没有战马好看，但它比现在营里大多数刀都值钱。哼，最好真值钱。轻点儿，这是梨，不是柴火，都闪开，我自己看。牛来，用这头，若他拉不动，你可别说牛不行。就用这头。典韦，你去扶犁。好。别硬压，犁平先浅一点，牛走慢些，别急。走。妈妈，李主簿，这玩意儿轻。废话。这就转过去了。真一头瘦牛拉动了。入土不浅，翻土亦厚。若大批打造，春耕可赶上。成了，真成了。老汉种了一辈子地，造了一辈子犁，竟不知犁能这么做。主公要是，我看见的不是一条泥沟，是济州县外大片荒田被翻开，是流民变成农夫，是粮仓装满，是兵卒吃饱后列阵，是我曹孟德终于不必靠一腔热血硬撑着往前走。此物若推广天下，可活民无数。主公，先推广己修，天下太远，咱们没钱。闭嘴！此乃镇营之气，不是镇国吗？你有国？陈将，从今日起，你带所有木匠、铁匠，全力打造此犁，材料优先供给，先造10架。不够，至少30架。30？你知道要耗多少铁木吗？知道，所以才只要30。今日花的是铁，节后收的是粮。走。李懒部，俺会扶犁，让俺学。俺家以前种过20亩地，俺不要多种，学会了给俺娘多半勺就成。登记，会扶犁的记名，会养牛的记名，会修犁的优先。谁敢虚报，3日没饭。你们这群逃荒的泥腿子，昨日还跪着要饭，今日凭什么跟老子一样领粥，还多半勺？老子跟着主公起兵时，你们还不知道在哪儿啃树皮。我们干了一上午活，犁是我们扛的，沟是我们挖的，凭什么打人？凭老子先来的。反了你们！军营之中私斗，按军法该打。我的粮，你们这群混账，吃都堵不住嘴，还敢打？曹将军，是他们先顶撞老卒。放屁！明明是你们抢我们粥，还骂我们逃荒狗。谁在动，打断腿！李长部，俺能打吗？先别。李远，你看看你弄出来的好规矩，什么公分，什么多半勺，现在好了，老兵不服，新兵也不服，打起来了。所以曹洪将军的意思是，规矩不用管，谁嗓门大谁先吃，谁拳头硬谁多摇。他上午挖沟40步，队里第一，按规矩多半勺。他上午操练迟到，饭点抢队还打人，你告诉我，该给谁？俺跟着主公起兵是老卒，凭什么跟这些逃荒的比工分？你上过战场？还没。李远，话虽如此，可新旧不合，军中必乱，先各打20棍，压下去再说。打完明天还打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夏侯将军，你这练兵练得不行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哼，好啊！李整部真是长本事了，昨日骂主公，前日骂我，今日连原让令兵都敢骂。
你把话说清楚。现在这些兵，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吃饭抢，出宫乱，听令慢。老兵仗着资历欺负新兵，新兵抱团怨老兵。今天为了半勺粥打，明天上了战场，敌旗一冲，他们就会各自找熟人抱团跑。你管他们？靠军棍，打得疼，能安静半日，疼劲儿过去，该乱还是乱。这不是练兵，这是赶羊。原让典韦，你们带着他们2个先行离开。你一个拿笔杆子的主簿，走2步都嫌累。典韦给你拎鞋，你跟我说你会练兵？会一点。行，你来练。给你300流民新兵，都是昨日刚从外营挑出来的泥腿子。10天后演武，让他们跟我的300老兵比一场，输了，你以后少在军中指手画脚。怎么不敢？你要练兵？主公，我本来不想，这次是他们逼我的。10天，你能把300流民新兵练成什么样？打赢曹洪将军的300老兵。好，你说的。木质兵器，不许真杀。不是怕，我是怕你输完还得赔抚恤。李远，立军令状，输了如何？输了，我往后1个月不睡懒觉，卯时准到主公帐中。再加一条，输了你给曹洪当众赔礼，赢了呢？赢了，300新兵归我训，营中新兵操练规矩也按我来。另外给我300根木矛，300面木盾，10天内训练粮食不得克扣。你是借练兵骗饭吧？对，准。你若怕输，可以现在忍。末将岂会怕？想吃饱吗？没吃饭，冲喊！想活吗？想让外营里的娘、媳妇儿、孩子以后不被人踹翻饭碗吗？那就听我的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不是工队，是兵。兵第一件事不是会杀人，是听令。我说站，腿断了也站；我说走，前面是泥坑也走。站直，脚并拢，背挺起，眼看前，不许抓脸，不许挠痒，不许偷看旁边。站直。军爷，俺腿抽筋。抽筋可以，你这一屋晚饭少半勺。站直！你敢害俺少州，俺晚上揍你！娘的，腿抽筋别着。李长部，俺还没打，他们就听话了。因为饭比棍子疼。有道理。向左转，向右转，向后转。错一次，全武多站半炷香。你左右不分啊？拿筷子的那边是右。俺左手也能拿筷子。那你别吃了。这就是练兵，这不是赶集吗？虽然怪，但他们开始看令了，脚乱但眼不乱，都在盯对头。先齐心，再齐步。李主簿练的不是武艺，是令行禁止。刺！收！第13舞，晚饭少半勺。你娘的，手听不懂吗？顿举，矛出，手，进，停。走得挺齐啊，会不会打？演武时候别尿裤子。站这个真有用，有用，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体也得听令。人一怕腿会软，一乱手会抖。练武艺太慢，10天练不出高手。
但10天能让他们养成一个念头，听令，哪怕腿软，也先听令。贤侄，这话我记下了。夏侯将军，你能不能别叫贤侄？好的，贤侄。主公，这不像新兵，太安静了。若单人斗，老兵赢，可今日不是单人斗。子莲今日怕要吃亏。李主簿练的是一口气，一口气不断，阵变不散。主公，人练完了，有把握。打曹洪将军的老兵够了。李远，你少嚣张！等会儿输了别忘了给我赔礼。曹洪将军放心，等会儿你要是趴得太难看，我让他们下手轻点。记住，你们不用比他们凶，不用比他们会打，你们只要记住我的令，盾起就把盾举稳，矛刺就一起往前刺，谁乱动，不是他一个人丢饭，是全武丢饭。都听见没？谁敢害俺们少州，演武案先揍他！老弟兄们，今日让这些新来的看看什么叫军中本事。泥腿子，站稳了别尿，等会儿爷爷教你们怎么拿兵器。蹲，矛，退一步，晚饭没肉汤。收，刺。怎么回事？往前冲啊！他们是新兵，你们怕什么？进！左队斜盾，好，令行禁止，真练出来。分开，从两翼夹，别傻愣着往前撞。停，右进，中进，刺。进，刺，收，再刺，停！子虔，你这老兵挺会躺啊！秒退！我什么都没说。贤侄，这练兵之法给我一份。夏侯将军，你先把贤侄2个字戒了，我考虑考虑。好的，贤侄。好一支敢战之兵。我曹孟德起兵讨董所缺者，非忠义，非胆气，而是能听令，能列阵，能随我扫平国贼的精卒。今日300新兵尚能如此，来日3000、3万又如何？我军有此等精锐，何愁董贼不灭？明日我便发兵先早，与天下诸侯会盟，讨伐董卓，震动天下。讨董，讨董，讨董！主公，咱们全军战马加起来不够10匹，其中3匹还瘦得像曹洪将军的钱袋，空有架子没多少东西。说马就说马，扯我干什么？说的是事实啊。从己务到烟枣路不尽，您明日发兵，靠2条腿走过去，鞋底都得磨破。到时候天下诸侯看见曹公威风凛凛抵达大营，脚上全是血泡，您确定要这样震动天下？李远，你不拆我的台，会死吗？不会死，但难受。主公不能砍。我还没砍。今日演武，梨园所练新兵胜。自今日起，新兵操练纲程由梨园拟定，夏侯惇、曹荣协办。凡入营新卒，先学队列，后授兵器。今日参演新兵，每人加半勺粥。谢主公。队列没散，
喊得不错。今日算你赢。承让。你别得意，老兵今日是轻敌，真上战场未必输给你这些新兵。所以以后一起练。老兵有胆气，有力气，也比新兵敢打，但散。把他们也按新规练起来，比现在强。主公，急报！西北30里黑风岭有山贼下山，人数500上下，皆持刀枪木弓，正往济右方向来。沿途已有村户被抢。他们打听到我军新得王家粮草，扬言今晚便来劫营。好胆！区山贼也敢惦记主公的粮！主公，末将愿率300部族出击。500山贼乌合之众，正好让新兵见血，也让老兵把今日丢的脸挣回来。对，杀一批，挂几颗脑袋在营门外，看谁还敢来！500山贼，500个青壮劳动力，能扛木，能挖沟，能开荒，能修墙。这要是全砍了，脑袋挂营门上，能当饭吃？亏，太亏了！不能打。什么？山贼都要抢粮了，你还不打？打仗不要钱，刀砍钝了不要磨，箭射出去了不要捡，人伤了不要，死了不要抚恤。500个壮汉从山上自己走下来，不要招募钱，不要安家费，他们甚至自带刀枪。这么懂事的免费劳力，你们开口就要杀，暴殄天物啊！你管山贼叫免费劳力，不然叫义务工？李远，那是山贼，抢粮杀人的山贼。我知道，所以才要抓。主公，山贼这东西，杀一批只能下一阵。抓一批能干好几个月，杀了还得埋，活着能挖坑埋别人。那你说怎么抓？500山贼不是500只鸡，你想不死人抓500壮汉，你当自己是神仙？神仙不干这么缺德的活。你有法子，要多少兵？不用兵，拿饭。你是不是饿糊涂了？山贼从黑风岭下来，必经哪条路？若要来济乌抢粮，必走老槐坡，那边路窄，但能通车。主公，给我3车粮。3车粮，你还嫌山贼惦记的不够，准备亲自送过去？不是送，是调。山贼下山抢粮，最怕的是抢不到。若半路看见3车精粮肉食，押车的人又不多，他们必抢。抢完运回山寨，以为得手，放松戒备，然后我们趁夜攻山。曹洪将军，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打架？等他们自己倒下。典韦，去找虎头军要巴豆。巴豆是啥？能让人把肠子拉出来的好东西。这么多肉，这么多盐，给山贼吃，少放点不行。曹洪将军，你见过鱼咸饵太香不咬钩的吗？你舍不得肉，就别惦记鱼。李主簿，这是巴豆粉，义工说了，这玩意儿劲儿大，放多了能把人拉虚脱。你悠着点儿，别把人全毒死了。放心，死不了，死了还怎么干活？李主簿，这个俺能吃吗？你想一路拉到黑风岭？不吃了。记住，你们不是去打山贼，是去丢粮。第一，遇见山贼别逞强；第二，喊得越惨越好；第三，跑得越快越好；第四，兵器可以丢，命别丢。李主簿，丢粮也有规矩，若他们跑得太假呢？那就让夏侯渊将军训他们2句。妙才将军吼人，像真要砍人。都听好了。待会儿谁跑慢了，被山贼追上，我不救。谁敢回头逞英雄，坏了李尾部的计，我先打断他的腿。很好，现在不用演了，他们已经真怕了。出发。粮还有肉，山贼，快跑啊！曹军不过如此，弟兄们，拿粮，今晚吃饱，明日再接逃营。真有肉，搬走，回寨分，别在这吃，万一曹军追来。他们真会吃。山贼抢到肉不吃还能供起来。你准备何时动身？带多少兵？入夜，300新兵，不带刀。不带刀？贤侄，不可托大。夏侯将军，带刀容易手痒。今晚不是去杀人，是去捆人。刀一拔，人死了，劳力就少了。若有山贼没吃呢？他吃典韦的棍子。主公放心，俺带大棍。都听好，今晚爬山不许吵，进寨之后不许乱跑。看见躺着的，先绑手，再绑脚；看见还能站的，盾队压上，典韦敲晕。谁敢抢山贼私藏的钱，抓到剁手。听李正部令。听李正部令。李远，
活着回来。若抓到山贼头子，留活口，问清背后有没有人。放心，我这么怕死，不会拿自己开玩笑。李主簿，他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拉了？茅坑，给老子让开！谁把门堵了？我不行了！李主播，这还用打吗？打什么？你看他那样，风大一点都能吹走。你是要喊还是要拉？呵呵，李伯伯，他挺诚实。绑了。师爷，等我系裤子！让他系，不系好，一会儿拖回营，臭一路。绑紧点，别让他跑茅厕。站住！让开！我要去茅坑！不让！我投降！我投降还不行吗？投降也得先绑。绑了我怎么去？给他找个桶。娘啊！你们曹军下作，有本事真刀真枪！你们抢粮杀人就不下作，绑！先绑手，脚踝绳留短，不能让他们迈大步。嘴不用堵，等会儿还要问话。李主簿说了，不许乱动。默读了。记住，山贼不是流民，他们喊投降，不等于他们不咬人。单独捆，搜身，再有藏刀的，打断手。诺！你就是曹营那个主簿，你敢不敢跟我真刀真枪打一场？他跟你打？我说的是你。我有护卫，为什么要自己打？无耻！你说的对。李主簿，俺能敲吗？最后问一遍。贵不贵？你不跪也得趴。谁让你来打听曹营粮草的？没人。嘴硬，带回去，回营慢慢问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万一问一半绷不住，我还嫌脏。别着！李主簿已经绑了467个，后寨抓到39个，粮仓里还有12个，夺米缸后面全拉虚了。看可以，身手不行。这些东西入公库，回去按工赏饭、赏布、赏钱都有规矩。现在谁偷拿，点位剁手。俺剁得起。军爷真走不动了。抢粮食不挺能跑？李长部，以后打仗都这么打吗？想得美，能省力就省力，省不了就砍。先省力，再砍。真抓回来了！还真是用绳子抓回来的。主公，山贼523，死2个，活捉521，缴粮300余士，兵器若干，钱财2箱，另外3车饵粮没剩多少。好，昨夜随李主簿上山者，每人加1碗粥，对头加肉汤。谢主公。押入外营，分开看管。伤民杀人者，查清后斩。其余按苦役编队，修墙挖沟、开荒，敢逃者斩。呸！也有今天！我娘家村就是被山贼抢的。主公，这钱入公库。曹洪将军放心，公库也姓曹。你少说2句会死。不会死，但提神。吹歪了，再吹歪，今晚粥里没盐。哼，这才对。砍头有什么用？脑袋挂营门上，最多吓吓人。活着抡锤，能打离壁。300多食粮入仓，2箱钱财入库，3车粮换这些赚。就是那3车肉粥可惜了，
肉啊！曹洪将军，你要实在惦记，下次给你留一碗巴豆肉粥。滚！想害俺们少粥，排后头！让开！陈留急报！李主簿，又要打仗？不知道，这年头能让信使跑得跟催命一样的文书不多，别是那玩意儿，千万别是那玩意儿。好，原本出以传习天下，董卓废立天子，残害忠良，罪不容诛。关东诸州郡接应举兵，酸枣会盟，诸侯共讨董贼。终于来了，主公，咱们起兵不就是为此？董卓逆贼，天下共愤。此时若不去，岂不让天下人小看曹氏？檄文既至，民意已成。酸枣若去天下兵马，却是扬名之机。我曹孟德弃官而逃，散家财募义兵，为的便是今日。如今袁绍传檄，诸侯响应，我等岂能困守己无，只顾天母？枭雄并犯，这人是真不能夸。刚给他练出300像样新兵，抓了500山肥，仓里多了粮，他就觉得自己又行了。就像穷学生刚发了兼职工资还没捂热，就想请全宿舍吃大餐。区别是曹操请不起饭，他要请全营去送命。传令，全军整备，3日后拔营，发兵酸曹。我曹孟德要让天下诸侯看看，陈卢曹氏绝非只会苟安之辈。诺。等等，我说，主公先别急着带大家投胎。你再说一遍。主公，先别急着带大家投胎。主公，不能砍，我还没砍。俺提前拦着。主公，咱们现在有多少粮？按现在人头算，省着吃2个月多一点。若全军出征，路上消耗加倍；若带流民家属转移，粮车不够；若不带家属，外营这些人一乱，己由就废。到先曹会盟，自有明君粮草。曹洪将军，你跟袁术很熟？不熟。那你凭什么觉得他会给你粮？就凭你长得像粮仓钥匙？诸侯会盟听着好听，袁绍要谋主名声，袁术要粮草辎重的好处，韩兀怕冀州被人惦记，张耀怕陈留出事，孙坚真能打，但他也不是给别人当刀的傻子。大家各怀拐带，都在等别人先上。主公现在带全军过去，穿着破甲，赶着瘦马，牵着刚会走方志的新兵，一头扎进酸枣。你猜诸侯看见咱们是夸你忠义，还是笑你寒酸？可不去，天下人也会笑。去当然要去，我同意去会盟，不同意去宋家底。己忧刚稳，天刚翻，去源离刚造。300新兵刚有点样子，主公现在要全军拔营，前面的功夫全白费了。大义当前，岂能只计较这些？主公，没家底的大义交给别人垫脚。你今日带兵去，诸侯会拍着你肩膀夸你忠义；明日打董卓，他们让你先上；后日你兵败，他们继续喝酒。等你残兵败将逃回来，酸草大营里还有人会说一句：曹孟德真勇。然后呢？那依你之见，我曹孟德便该缩在己胸，看着天下英雄讨董？不是，去，但只能带300人。300？酸枣会盟，诸侯动辄数千上万，主公只带300人，岂不更叫人笑话？就是要让他们笑。主公想去酸枣，要的是名，不是真的立刻跟董卓拼命。既然要名，就得会演。咱们家底薄，这是事实。硬装阔，装不像，还容易被人当肥羊，不如装穷。装穷？对，只带300人，甲胄挑最破的，旗子用旧的，粮袋别装满，车挑2辆走起来会响的破车，士卒衣服别洗太干净，刀枪可以藏好的外面套破布，马更别骑太多，主公1匹，将领几匹，其余牵瘦马。这不是叫花子吗？妙才将军总结得好，咱们就装成叫花子去。别人问就说主公散尽家财，募兵讨董，穷得揭不开锅。别人笑，咱们忍；别人给粮，咱们收；别人给营地，咱们住；别人冲锋，咱们在后面摇旗。谁赢，咱们喊得最大声；谁败，咱们跑得最快。李远，我曹孟德是去讨夺，不是去要饭。要饭怎么了？能要到粮就是本事。
主公，有粮为什么不要？你若带全军去，酸草那些人会觉得你有兵有粮，有资格被推上前线。你若只带300破烂兵去，他们只会笑你穷。人一旦觉得你穷，就不会惦记你，他们不会逼你出大力，只会拿你当个凑数的忠义牌子。咱们要的就是这个。藏拙，示弱于外，保根基于内。贤侄此计虽不够威风，却稳。好，便依你，我亲赴烟草，只带300人。主公英明。别急着拍，你跟我去。主公，己吴这边事务繁杂，离不开人。李典可管账，陈将可造梨。俺要跟李主簿。那你也去。好。酸枣是什么地方？诸侯大舞台，群雄吹牛场，还有华雄吕布、董卓、西凉骑兵，一堆危险物。我一个怕死打工人，好不容易把己有经营的像样子，现在又要陪曹老板出差去前线。主公，其实我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早起头晕，赶路腿软，看见刀兵心慌。无妨，路上慢慢治。我还晕车。我们马不多，你走路。传令，挑300新兵随行，夏侯惇、夏侯渊、曹仁随我赴燕岛，曹洪、李典留守己武，曲端离继续造，沟渠继续挖，山贼苦役严加看管。若我回来时己素乱了，军法处置。主公放心，至于庄琼之事，你来安排。唉，主公放心，保证诸侯看了都想给您捐2袋粮。我谢谢你。这副还能穿，为什么不用？太新。这副呢？太亮。这面盾只是裂了一道口子。很好，就它。李远，你是不是存心糟蹋东西？这叫包装，包装成穷。不行，太壮，骑内匹。他跑得动吗？跑得动就行，跑太快容易显得我们有余力。兄长，我现在有点想打他。忍忍，贤侄有大谋。李远，你让我穿这个？主公，这副最好，旧的有故事，散尽家财，讨贼无悔。再补这里，更像。滚！咱们这是去会盟，像去逃荒。李老不说了，谁装的不像，晚饭少半勺。李主簿，俺像不像护卫？像打劫失败的山贼。那也挺厉害。曹公早回。李主簿早回，弟还等着您看呢。这些人半个月前还像草一样倒在营门外，如今他们有粥喝，有活干，有田盼，这就是根。出发。李远，若酸枣诸侯真把我当叫花子笑，那说明咱们装的成功。主公，出门前说好了，不能看梨木部。这补丁是怎么回事？点睛之笔，主公散尽家财，讨董无悔，连甲都补了3遍。诸侯一看，眼泪不得掉下来。我看他们会笑掉牙。那也行，笑掉牙，吃粮都慢，咱们就能多吃2口。公孙瓒，白马一游，好家伙，刚出门就碰见大户，这是真有钱啊！孟德，你这是去酸讨会盟？伯欣兄，正是。这哪像会盟，像逃难。笑，尽管笑，你们笑得越开心，等会儿我薅你们的时候越顺手。不得无礼。诺。孟德散家财起兵，忠义可佩，只是这兵马确实清苦了些。公孙将军说的是，我家主公为讨董贼家财散尽，连亲卫甲胄拿去换粮给士卒吃了，如今还能凑出300义兵，已是不易。我等虽穷，但心不穷。董贼乱政，天下共讨。我家主公就是穿破甲骑兽马，也要去湾岛喊着一声讨典。当然，要是路上能借到几匹马，就更好了。李远，这马刚才走着走着啃草去了，真能到酸枣，说明他心态好。到了酸枣大营，诸侯看见这马，才知道咱们穷的真实。兄长，我现在更想打他了。忍忍，贤侄有大谋。贤侄这个破生蚝，像狗皮膏药一样甩不掉。借马？不是借，是买。公孙将军威震幽州，白马一族名扬边塞。今日一见，果然马好，人也好。
你们还有金？最后一点压箱底的钱了，本来想留着给主公买棺材。李远，买干粮。将军马多，不如匀给我们几匹。孟德，你真要买马？买。好，既是孟德开口，我便允你10匹杂马，能喘气就行。白袍、银枪，年轻，在公孙瓒麾下不受重用。这配置要不是赵云，我把曹操那副补丁甲当场吃了。赚大了！这趟出差才走半天，就撞上顶级货色。嘿嘿，马可以，不过还有个小问题，我们这边懂马的人少，买回去没人会照料，买马送个驯马兵不过分吧？我白马一从的骑士岂是货物？不是骑士，就那个白袍小将，看着老实，让他帮我们看几日马，把马训好了再还。赵云也罢，子龙，你随曹公走一程，照看马匹，把马训好了再归我营。诺。哈哈哈，孟德，晚草再见。届时诸侯云集，你可莫要来得太晚。曹孟德还真是穷的买马都要送人照看。赵云倒霉，摊上这活。李远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曹孟德还不够丢人？主公，丢人是暂时的，这不是很明显吗？那什么是长久的？人是长久的。你看上他了？那是公孙瓒的人。现在不是在我们队里吗？借久了就熟了。赵兄，长乡人，常山真定，赵云，字子龙。李满不听过我？何止听过，你以后可是一身是胆的常山赵子龙。看你这气度，不像无名之辈。云不过公孙将军麾下一小卒，担不得此言。赵兄看我军如何？军容虽简，行止却不乱。会说话。不是奉承。方才公孙将军齐队之时，贵军300人停步立盾备矛，虽衣甲破旧，却能听令，寻常新卒做不到。内行看门道，别人看曹军破，赵云却看见了纪律。好，更该留下。他们10几日前还是流民。流民？那个额头有疤的，半个月前在营门外饿得站不住，现在能持盾顶老兵。那边高个儿，之前带着老娘逃荒，差点卖身换半袋豆子，现在是伍长。流民入营，难管。是难管，所以要给饭、给活、给规矩。干活有粥，练得好有肉汤，抢粮打人挨棍，立功有赏，逃跑杀人斩。这些都是李壮不定的。主公仁厚，我只是跑腿。当然，主公有时候也会上头，得有人拽着。你训练好力，自己吃。俺今日没掉队，李班部说队里能多半勺，你推车角磨破了，你吃。赵兄，吃点。淡了。李长部，盐省着呢。听见没，赵兄？穷的盐都要数着下。乱世之中，能让士卒喝上热粥，已不易。李幕部，为何不多带兵去酸岛？诸侯会盟，兵少易受轻视，轻视就轻视，己屋的田不能没人种。曹孟德到啦！主公，忍住，这才刚到门口，还没开要饭呢。李远，我现在很急。他们笑得越大声，一会儿掏粮的时候越不好意思。人有时候很奇怪，笑穷人可以，真看穷人饿死在自己门口，又怕坏名声。你对人心倒是看得透，主要是穷过。来者可是曹孟德朝公，300人，300义兵。曹公忠义。诸侯营地早已分定，曹公来得不巧，那边靠近污水沟，虽说偏了些，但能扎营。我曹操受袭塔董，虽兵少，也是一方义军。
原本猪便是如此待客。酸草诸侯众多，元盟主日理万机。再说曹公只带300人，那片地儿足够了。这位兄台说的对，我家主公兵少粮少，甲破马瘦，确实不配跟诸位大军抢地方。只是有件小事，请兄台传进去。陈留曹孟德散尽家财，募兵讨董，家中金银换粮，衣甲换粮，马匹换粮。如今到了盟军大营，连一块干地都分不到，只能住污水沟旁。诸位都是讨董义军，我只问一句：若天下人知道曹孟达倾家荡产来会盟，元盟主却让他住烂泥沟，诸位脸上好看吗？你胡说什么？谁让曹公住烂泥沟了？那是临时营地。好，临时烂泥沟。你们若觉得穷人不配讨董，那也行。我这就让人把旗子插在营门口，上面写清楚：陈留曹孟德因太穷，不配入盟。袁绍最要什么？名。他发檄文号召上天下讨董，结果有人真散家财来了，却被他堵在门外嫌穷。这事儿传出去，原本出的粮能被人啃掉半成。我何时说曹公不配入盟？自然配。既然配，营地呢？粮草呢？粮草？我家主公为了讨董，穷到马都骑瘦的了。元盟主身为盟主，难道不该体恤义士，拨点粮草？孟德能来，绍兴甚慰呀！本初兄，为何让孟德在营门酒后？盟主，小人只是安排营地，一时不察。来人，将东侧高地那处营盘拨给孟德。本初兄后代，曹愧领。元盟主仁厚，只是我家主公散尽家财，300义士一路来得及，粮袋已空。若明日连锅都架不起来，怕是会让诸侯误会盟主待义士不周。拨粮50担，草料10车。李种不嫌少？不是嫌少，是怕盟主吃亏。盟主若只拨50担，外人不知道，还以为盟军粮草紧张。盟主乃4世3公之后，出手自然该有盟主气度。那便拨粮100担，草料20车，再补帐20顶。元盟主高义。曹公，备乃中山靖王之后，刘备、刘玄德。久闻曹公忠义之名，今日得见，3生有幸。玄德公，大耳贼终于到了。方才听李主簿一番言语，句句为曹公与士卒打算，备心中敬佩。如今天下纷乱，百姓流离，见曹公麾下有李主簿这等实干之才，备心中既喜又惭。若天下多几个李主簿，百姓何至于此？玄德公过奖。备听闻曹公在集武收流民，行屯田，不知李主簿可否与沛细说？曹仁将军，快带人去接营地，别让好地方被别人占了。大侄子说的是。李主簿公务繁忙，备不敢打扰。知道就好。诸位也看到了，我家主公散尽家财，带300义士来酸走，不为富贵，只为讨董。诸位若也有多余破帐、旧锅、烂草席、不能穿的皮甲、走不动的老马，都可送来。别嫌东西破，我曹营不挑。诸位给的不是旧物，是讨朵大义的一份心。我们营里倒有几口旧锅。
多谢这位义士。敢问哪家营中，我让人去取，顺便替我家主公登册，日后陶董功劳簿上也记一笔心意。孟德一路辛苦，先去安营。晚间中军设宴，为诸位接风。支持曹公陶董。登记，某某营赠老马一匹，虽帛新城。这也要记？当然，要让天下知道贵营支持陶董大义。其实我们营还有2袋豆，那就一起记。这次卖的是我的哪块脸？侧脸。主公，脚也不能踹。你到底是谁的护卫？李主簿的。不对，新粮有谷香，陈粮有灰味，这几称粮，风里带着潮湿发酸的霉味。曹公，这是袁盟主拨给贵营的粮草，请收吧。这是给人吃的粮。诸侯会盟，粮草紧张，有的吃便不错了。贵营不是不挑吗？这东西喂马，马都嫌脏。曹公若嫌弃，可以去袁盟主处说。李远，这粮不能收。当然不能收，但也不能退。不收不退，那怎么办？砍了这厮！我问你，是谁经手拨的？后营归谁管？好像是袁公路的人。懂了，曹仁将军，先把粮车留下，典韦，把车围起来，别让人动。你们既嫌粮不好，便让我们拉回去。谁说嫌不好了？这是袁盟主送来的粮，是袁家4世3公的心意。我们曹营穷归穷，但不能不懂礼数，收，必须收。不过这份大义太贵重，我曹营300破烂兵受不起。明日一早，原车送回去，要敲锣打鼓，披红挂彩，感谢袁公主毁家纾难。你什么意思？袁公度真仁义啊，把好粮省给诸侯，把发霉烂谷送给曹营，说明他自己平日吃得更差。咱们怎么能夺人所爱？你敢！回去告诉你家管粮的人，粮我们先替袁汤门看一夜，明日一早亲自送还。若他今晚想来抢，也行，记得多带点人。李远，你要闹袁术？不是闹，是送礼，这叫礼尚往来。袁术那厮鼻孔朝天，肯定不认。他认不认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这粮是他最爱吃的。他若怕丢脸，必换好粮，还得双倍，因为他4世3公，越爱脸的人，脸越贵。曹公这里也被拨了烂粮，文台兄也如此。我军前锋出力最多，粮草却被袁公路扣着不放。今日送来的，要么掺糠，要么短斤少两。我来寻曹公，正想与你一同去袁绍帐前讨个说法。主公，孙文台愿同去，正好。孙将军勇烈，不过去袁绍帐前闹就算了，证据都在这里，何必去吵？吵得越凶，袁术越有借口说我等坏盟军和气。到时候袁绍出来和稀泥，孙将军拿回一点粮，我曹营得几句安抚。袁术呢，最多罚个小吏。孙将军是先锋猛虎，犯不着为几袋没粮，先替别人咬一口硬骨头。哈哈，曹公有此主簿，倒是省心。那李主簿打算如何？明早孙将军若有空，
刻意来看热闹。好，若你真能让袁公路吐粮，我孙坚请你喝酒。酒不如粮。行，粮也成。这几个字谁写的？我看出来了，你确定是送礼，不是奔丧。主公，袁术看了，应该挺想给自己办。李主簿，俺要喊吗？喊！感谢袁公路。感谢袁公路！感谢袁公路！袁公路高义，烂粮自流，好粮让人，曹营绝不夺人所爱。曹营主簿李远，特来感谢公路将军高义。昨日袁将军体恤盟军，将自己最爱吃的梅粮拨给我曹营，我家主公感动得一夜未眠。此等厚礼，我曹营受之有愧。今日原物奉还，愿袁公路继续享用。原物奉还，绝不夺爱。谁在本将营前放肆？袁将军，我等来谢礼。混账！这是谁送去的粮？将军，小人只是按后营库存。袁将军不必怪他，我知道，这是您的苦心。您怕我曹营穷苦，不知梅粮滋味，特意让我们见识。但我家主公说了，袁将军身为名门之后，平日能吃这种粮，实在令人敬佩，所以我们一粒不敢动，都还给您。袁公路高义，烂粮自食。曹孟德，你纵容手下辱我！辱你？此粮不是你营中拨出，我曹操散家才来会盟，袁盟主厚赐粮草，我本感激。可若这粮非公路兄本意，那便是下力欺上。若是公路兄本意，我等原物奉还，也算全了礼数。可以啊，曹老板，学坏挺快。来人，把昨日那批粮撤回，杖20。完了。袁将军明察秋毫，再给曹营拨粮100担。拨精粮200担，草料20车，再补盐5担。袁将军高义，袁将军高义。李主簿，好本事！来人，给曹营送20担好粮。你连孙坚也好。主公，做人要一视同仁。李远，这回真赚了！叫袁将军高义。袁将军高义。易水关急报，董卓部将华雄领兵来袭。鲍将军前部被斩，联军数将败退，华雄正在关前叫阵。诸侯入帐，议战。来了，华雄来了。华雄领西凉兵出淬水，连败我军数阵。鲍忠贪功轻进，被华雄斩了。那华雄身长9尺，力大无穷，方才于射将军出战，不3分便被斩了。潘凤将军也去了。报，冀州大将潘凤被华雄斩于马下。潘父没了，接下来按剧本就该各路诸侯装死，关二爷起身，曹老板温酒斩华雄，多经典。可惜
这章他们遇到了李远。一群酒囊饭袋，连个华雄都怕成这样。翼德，不可无礼。华雄连斩我数将，锐气正盛。诸位麾下，可还有敢战之将？诸位平日皆称猛将如云，怎么今日一个华雄，倒把诸公吓住了？某院，我曹营有人愿往。岂有此理！你说什么？我家夏侯将军愿战华雄。我愿？我什么时候愿了？李远，主公，机会！华雄的人头，谁拿谁扬名，再慢半步，就成别人家的了。这小子又在截胡，只是这一次截的不是粮，不是马，是名声。我曹孟德带300破烂兵来酸枣，被人笑了一路。今日若能斩华雄，谁还敢只盯着我的补丁甲？夏侯将军可有把握？贤叔，上！末将愿往。好！曹公麾下果然勇烈，只是华雄非寻常草寇，夏侯将军若败，怕是什么？怕袁将军心疼棺材。袁将军放心，若夏侯将军战死，我曹营自己埋，不劳袁营拨煤粮陪葬。李远，闭嘴！诺。既如此，来人，取酒，为夏侯将军壮行。袁让，此战若胜，曹营今日便不再是笑话。主公，酒且温着，末将去就回。倒会说大话。好，台词也结了。关二爷，不好意思，今日你的酒先借曹营用用。关东鼠辈，还有谁敢来送死？来将通明，沛国夏侯惇。哼，曹操帐下就是那300叫花子兵的主将。贤叔，他骂你穷。找死！主公，酒上温。好，好！壮哉，夏侯将军勇冠3军！痛快！曹公麾下有此猛将，难怪敢带300人来会盟。二哥，那厮倒也有几分本事，利用而已。这人头值钱。等会儿记得让袁盟主补赏，咱们出了力，不能光听2句壮哉。你能不能让我多高兴半盏茶？高兴不能当饭吃。我迟早砍了你。主公，不能砍。你怎么又听见了？俺耳朵好。那就是斩华雄的夏侯将军，听说酒还没凉。兄长，痛快！3合斩了华雄，今日谁还敢笑咱们？贤侄，今日若非你推我出阵，此功未必落在曹营。你放心，日后谁敢欺你，我替你砍他。包括主公吗？你问得很好。傍晚有人送来2坛酒，说贺夏侯将军扬威。那还等什么？果然如此，有点酸，掺水煮肉汤，给参战弟兄分了。
子龙，今日关前风冷，我见你一直照看马匹，还未用饭。备营中也不富裕，只多出这一碗热粥。子龙若不嫌，暖暖身子。多谢玄德公好意，云不敢受。乱世之中，一碗热粥而已，何来敢与不敢？备虽无曹公那般名望，也无袁氏那般家资，可见忠义之士受寒一握，心中总是不忍。多谢玄德公。曹公麾下倒是治军有方。李准部规矩严，规矩严是好事，只是乱世行军，光有规矩还不够。子龙，你可知备为何来酸枣？陶董，陶董是天下义士皆愿为之事，备来此，不只是为陶堵，董卓乱政，天子蒙尘，百姓流离。备每每想起，夜不能寐。我出身微末，虽为汉室之后，却无兵无粮，无地无权。今日帐中诸侯谈笑，兵马如云，备站在那里，倒像个多余的人。可备不敢退，我若退了，便又少一人记得大汉，少一人记得这天下还有饿死的百姓。子龙，你我虽初见，备却看得出你不是只求功名富贵之人。若有朝一日，子龙不愿再寄人篱下，不愿只做别人阵中一名白马骑夫，备愿扫榻相迎。备无金银相赠，无高官相许，唯有一腔匡扶汉室之心，与两位义弟同生共死之意。子龙若来，备必以兄弟待之。这番话句句往人心软处落。不谈钱，不谈粮，不谈地盘，只谈汉室，谈百姓，谈兄弟。流民不是拖累，是人。天下要安，不是喊两句仁义，是锅里有粮，地里有苗，孩子有粥喝。粥很热，可不够300人喝。哟，玄德公还挺会挑时候，这粥不错啊。玄德公自己营里都不富裕，还能省一碗给子龙，感人。李转部说笑了，备只是见子龙辛劳，送碗热粥，并无他意。我也没说你有他意，你紧张什么？备素来敬重豪杰，见子龙忠勇，心生亲近也是人之常情。懂，见谁都亲近。玄德公这人心善，路边石头若长得方正些，你怕是都想拜把子。李两部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因为我这人小气，别人挖我墙角，我一般都不装大度。子龙乃公孙将军部下，只是暂随曹营送马，何来你曹营之人一说？对，暂随。子龙，你听见没？玄德公说你现在还是公孙瓒的人，不是曹营的人。备并非此意，子龙英雄，岂可只以归属论之？那以什么论？以玄德公一碗粥？玄德公，我问你3件事。第一，你说你心怀百姓，那你现在有多少田能分给流民？备眼下虽无地，却有。不，你没有。第二，你说你匡扶汉室，那你现在有多少粮能让跟你的人吃饱？也没有。第三，你说以兄弟待子龙，那我问你，若明日子龙跟着你，遇见千户民跪在路边求粥，你是给他们分田，还是给他们讲汉室宗亲？玄德公，仁义不是嘴上熬出来的，百姓饿了，听不懂大汉宗亲；流民动了，也盖不了匡扶世事。士卒上阵前肚子里没粮，你跟他说兄弟同心，他只会腿软。李主簿，备虽贫弱，却从未忘民。贫弱不是错，可拿贫弱当招牌，到处卖惨拉人，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李正不如此看备，备无话可说。只是备自问所行所愿，皆不负本心。那挺好，本心先放你怀里揣着，别老往别人碗里倒，到碗里会窜味儿。子龙，今日是备冒昧，这碗粥，你若不愿喝，倒了便是。李准部，玄德公所言亦有怜民之意，准部为何如此验他？我不验他说怜民，我验的是只说。自从你一路看见了，曹营现在也穷，穷的主公脸都快被我卖没了。李远，主公，我夸你呢，你看，主公穷，脾气还差，心眼还小，动不动想砍我。主公不能砍，可他至少愿意开仓，
愿意收流民，愿意让人去开荒，愿意把捡来的山贼不杀光，留着挖沟修渠，愿意被我当众卖惨，换粮给底下士卒吃。我不信空话，我只看锅里有没有粥，地里有没有犁，营里有没有规矩，伤兵碗里有没有多半勺汤。谁能让人活下去，我就帮谁；谁只会哭，我就离他远点。赵壮士，这是既是粮，便不该独食。云本为公孙将军麾下，今随曹营送马而来，身份未明，不敢妄言归属。但这些时日，云亲眼见李主簿安流民，整军纪，护粮草，也见曹公虽受委屈，却能为士卒忍辱取食。若曹公不弃，李主簿不贤，云愿暂留曹营，待来日向公孙将军禀明，再定去从。暂留就暂留，咱曹营穷，官职暂时给不了大的。马你会训，兵你也会带，先帮我看马，再顺手教教那帮新兵骑术。李远，子龙这等人物，你让他看马？主公，咱现在马比脸还缺，子龙不看，难道让典韦看？俺看不住，马跑，俺追不上。云愿为曹营看马。大哥，可是那姓李的小子诱辱你，俺这就去撕了他的嘴。不得，不可！此人牙锋利，屡坏兄长之事。李远此人不可小看。排队，李主簿说了，不排队没汤。李远，这是我的酒。李主簿，这是何字？帐字。云识字不多，但也觉得他不像。他写的字，狗爬过泥地都比这齐整。报，虎牢迎战！吕布出关急报，河内方越、上方穆顺皆死，联军诸将不敢进前。吕布在关前骂阵，说关东诸侯尽是土鸡瓦鱼。来了，三英战吕布，三国最大流量名场面之一。可现在关羽的温酒斩华魔已经被夏侯惇劫了，吕布这一场，刘备绝不可能再错过。吕布连斩我2将，关前叫骂不休。主公麾下，可有人敢战？曹营3将在此。李远，你疯了！主公，别让刘备抢。华兄的名声刚到手，若吕布这一战让刘关家扬了名，今日曹营的风头立刻被压下去。你想让别人以后提起酸草，只记得三英战吕布，忘了夏侯斩华雄？谁去？别躲！怎么还有我？夏侯惇、夏侯渊、曹仁愿战吕布。曹公麾下果然勇得很，华明刚死，便要再战吕布。只是不知这回还能不能酒上温。袁将军放心，这次不用你的酒，你那酒我怕掺了没粮味儿。够了！孟德，吕布勇冠并州，赤兔马快，方天画戟重，寻常将领进不得身。你既推我等出战，可有章法？有。吕布强在什么？马快、疾长、力猛，单挑谁上都吃亏。怕死就别上，扯这些做甚？哼！所以不单连挑，一人正面缠住，一人专打马侧，一人盯他换手回击的空档。别想着一刀砍死他，吕布不是山贼，目标只有一个，逼退。夏侯惇正面扛，你刚斩华雄，气势最盛，吕布必先看你。夏侯渊由侧，别贪功，专门逼赤兔马转向。曹仁稳，你盯空位补缝，谁露破绽你就顶上。记住，不求胜，不求杀，只求让吕布打得难受。这也太不痛快，痛快的人都躺关前了。哈哈哈，贤侄，你这是让我们3人围殴。贤叔说的文雅点，这叫军阵合击。哼，3打1，曹营倒真是不讲武德。袁将军若讲武德，你一个人去，我给你敲锣。继曹营3将愿往，诸军擂鼓助威，原让妙德子孝。此战不求斩敌，保命为先。诺。关东诸侯果真无人，
一个个披甲带刀，倒不如回家抱孩子。哈哈哈哈哈！关东属下果然只会以多欺少。吕布，你带着几万西凉兵来骂阵，也好意思说以多欺少？有本事你让后面的人都回洛阳睡觉。你也知道怕。主公误会，我这是给你表现护短的机会。好大的力！鼠辈，别乱！吕布太猛了，这不是血条长一点的武将，这是能靠一人压住一军士气的怪物。三人只要乱一个，立刻就会死人。鼓，给曹营擂鼓！夏侯将军威武，曹营威武，别弹鼓！那曹操不是只有300破兵？今日暂且饶你等性命，穷寇莫追。吕布，下次再战。退了，吕布退了，曹营3将逼退吕布。元璋，贤侄，这军阵合击还真有用。有用是有用，就是贤叔你下次别硬接那么多。你胳膊断了，我还得给你报工伤。曹营今日大振我联军士气，先斩华雄，再退吕布，壮哉！曹公300兵，抵得上旁人3000，又叫他们抢了。此人比猛将更难缠。李转部，此法若用于骑兵小队，也可行。子龙懂我，以后赵云看马，顺便练骑兵小队合击。赵云不是给你看马的。主公，云愿试练。李远，主公，庆功宴好吃吗？比你这张嘴香。那就多吃点，别浪费。董卓怕了，华雄死，吕布退，西凉军锐气已挫。诸侯若肯一鼓作气，必能破关。坏了，这熟悉的表情，这熟悉的语气，曹老板的枭雄病又犯了。李远，明日我想请战为前锋。前锋干什么？董卓军锐气已挫，若联军趁势进逼，虎来未必不能破。破虎来，入洛阳，救天子，诛董卓。就凭咱们？今日曹营斩华雄，退吕布，难道还不能证明我军可战？能，证明咱们能打，不证明咱们能送。诸侯若都像你这般算计，董卓何日能诛？诸侯本来就都在算计。主公，你刚才在宴上没看见？袁绍嘴上说壮哉，手里酒盏端得比谁都稳。袁术脸黑得跟锅底一样，他巴不得你明天冲上去被吕布戳个窟窿。孙坚倒是真敢打，可他粮草都被袁术卡着，他现在比谁都想让别人顶上。你看，就是这样。刘备更不用说，三兄弟今日连着被劫2次风头，正憋着劲儿找机会呢。所以我曹孟德便也缩回营中，跟他们一样做事懂贼。你别把自己说的那么伟大，你不是做事懂贼，你是没本钱。主公，你看看咱们现在有什么？300人，10几匹能跑的马，200多石刚从袁术嘴里抠出来的粮，1个刚借来的赵云，还有3个刚跟吕布拼完，胳膊都快抬不起来的将军。前锋是好听，说难听点儿，就是第一个撞上西凉铁骑的肉垫。你以为我怕死？我当然知道你不怕死，
可你不能带着所有人陪你证明不怕死。若天下人都像你这般只顾保全实力，谁来讨董？主公，讨董不是靠一口气，是靠粮，靠兵，靠地盘，靠熬到别人撑不住的时候，你还撑得住。你现在冲上去，若败了，袁绍会替你哭两句，孙坚会叹一声可惜，刘备会红着眼说孟达公乃天下义士。袁术呢？袁术8成会偷偷多吃2碗饭。袁术那么坏？他连没粮都舍得送，你觉得呢？那是挺坏。你少拿这些话糊弄我。我没糊弄。董卓会退。今日华雄死，吕布退，董卓脸上挂不住。可你以为他真怕联军？他怕的是拖。洛阳在他手里，天子在他手里，钱粮在他手里。联军越拖，诸侯内部越乱。所以董卓最可能做的，不是跟你们在虎卢死磕，是带着天子百官、洛阳库存往长安跑。迁都？对。若董卓迁都，我更该追。天子被挟，百官被掳，洛阳百姓遭劫，我若不追，心何以安？你去哪儿？睡觉。站住，李远！我在与你议军国大事，你敢走？我不跟送死的人议事。你放肆！我一直放肆，主公今日才知道。你干什么？你不是要追吗？明日你上马，我就抱马腿。抱马腿？对，你若敢带300人去追董卓，我就当着诸侯的面抱着你马腿哭，我哭得比刘备还惨。李主簿，俺帮你报另一条。你闭嘴！主公，我说真的，你要脸，我不要。你想当忠义孤臣，我就让你明日变成被主簿抱腿拦马的曹孟德，到时候全营都看见，袁术能笑3天。虎牢关前，我披甲上马，正要请战，李远扑过来，抱住马腿，哭得满地打滚。袁术在旁边笑，袁绍在旁边劝，刘备红着眼睛说李主簿也是忠心，太丢人，比穿破甲入草酸桃还丢人。你真是我的克星。那你说，不追董卓，我等明日做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发财的家伙。主公，联军很快就会乱，董卓若退，洛阳必乱。诸侯有人想追攻，有人想抢粮，还有人想趁乱摸东西。到时候大家都盯着金银、宫室、玉器、名声。你想抢金银？抢那个干什么？金银扎眼，谁拿谁挨盯。那你抢什么？流民、溃兵，被丢下的粮车，坏掉的兵器，逃出来的铁匠木匠，没人要的耕牛驴骡，还有被诸侯嫌累赘的伤兵。别人抢玉，咱们抢人；别人抢鼎，咱们抢锅。洛阳周边乱成一锅粥，最不缺的就是无主之物。咱们不争第一，不冲最前，就跟在后面捡。这麻袋跟曹营现在的模样很像，寒酸丢脸，可真能装东西。明日若诸侯请战追击，我不主动请为前锋，主公英明。但若形势有利，你给我松开！主公，我先练练。李主簿，这条腿细，不如抱主公那匹结实。明日带上。报，董卓昨夜焚烧宫室，逼天子百官西迁，洛阳城中大乱，百姓四散，西凉军携辎重向长安方向撤离，吕布断后。传令。主公，我还没下令。我也还没抱腿。
主公，俺也准备好了。你们两个是不是盼着我当众丢脸？不盼，主要是你真要追，丢脸总比丢命强。入中军，麻袋带上。议事带麻袋做什么？主公，机会这种东西，等他摆好姿势就晚了。你来议事还背个破袋子？翼德将军不懂。哼，俺是不懂你这等小人行径。对，你们君子一般空手来，空手走，最后全靠嘴装满。李主簿还是这般风趣，玄德公还是这般能忍。东贼迁都，焚宫掳地，罪不可赦。主公以为当如何？追！董卓挟天子西走，洛阳空虚，若不趁势进兵，岂不让天下人耻笑？文收勇烈，自然可为先锋。袁公道，你昨日扣我粮草，害我前军受挫，今日又想让我孤军追击。你孙文堂不是一向自夸江东猛虎？怎么，如今虎也怕了？你再说一遍，够了！洛阳火势太大，不宜轻进。谁先上，谁出粮，谁承担吕布断后的风险，没人愿意。看明白了，看明白了。各营先派斥候探路，整兵待命，不可冒进。哼！李远，你说的对。曹老板居然主动认了，这比袁术主动给粮还稀罕。但你若敢得意，我仍砍你。主公英明。现在你说做什么？捡漏。听说谁先入洛阳，谁就能得天子遗物。主公，看见没？钱味儿。我闻见的是烟味。都一样。都听好了，今日不抢金银，不碰公物，不跟诸侯争路，咱们只要没人要的东西。流民、溃兵、坏车、破锅、铁器、牲口、工匠，能带走的全带走。谁敢私吞珠玉，剁手！真不碰金银。主公，咱们300人抱着金银从洛阳出来，你猜袁术会不会眼红？袁绍会不会问？孙坚会不会惦记？金银拿在手里，不叫发财，叫招贼。人、粮、铁、牛才是己物缺的。走。干什么？你们营的人呢？前头追董去了。这车不要了。谁说不要？只是轴断了。那你们慢慢修。对了，后面还有袁术营的车队，你们守着也行，就是不知道他们认不认你们这2把刀。车归我们，豆子按半价记账，你们跟我们走，到曹营吃口热粥，回头登记归营也行，愿留也行。你真给粥？不给粥，俺不让他说。车归你们。上！那根断木也要。回去能当柴。你真是一点不浪费。穷过。不抢人，不抓丁，愿跟曹营走的排队登记，青壮干活换粮，妇幼老人有粥，偷抢闹事点为管。军爷，当真给粥？先喝，烫嘴慢点。有盐。姓名：张牧。几口人？6口，死了2个，还剩4个。
粮号会增加。会。那你还收？他们到了几宿，会开荒，会修沟，会生孩子，会补兵。主公，人不是今天吃一碗粥就亏了，人活下来才有明年的粮。那边有烟，但不是火焰，是铁匠炉，里面有人。军爷，屋里没钱了，炉子也搬不走，求军爷留我们一条命。锤、钳、凿、锉，好东西，比金饼还好。会打农具吗？黎环会不会？会修兵器吗？会，都会。行，跟我走。到济右有粥有棚有活干，你打铁，家里人吃饭。当真？这位母不给粥，真给。小老陈锤愿跟军爷走。别跪，工具收好，炉子能拆的拆，炉子也要，回去能用，让新收的青壮抬。黎元给粥的时候，算盘声大概已经打到虎炉关了。站住！再跑俺打断腿！想活吗？想活就登记。愿回原营，吃完粥自己走。愿留曹营，按新兵规矩来，偷懒扣饭，闹事挨棍，杀良冒功直接砍。曹收收败兵，败兵不是废兵，但废物不收。小人愿留。有2个是老卒，能用。回济右先审一遍，手上有百姓血的不要。我们缺人，不缺祸害。这话我记下了。我军先入洛阳，所得自归我军。孙文坛私藏宫中宝物，留下车。他们竟在洛阳城外自相残杀，董卓未灭，天子未救，他们便为这些东西翻脸。正常。主公，你把诸侯想得太好了。主公，别看了，咱们今天收了流民167口，溃兵9人，铁匠3户，木匠2户，破锅7口，断车5辆，豆子8袋，草料13，驴1头半。什么叫1头半？驴1头，车半副。他们抢他们的玉匣，咱们赚咱们的家底。这会儿凑上去看热闹，容易挨刀。玉匣不能离地，破锅能煮粥。撤。走走走，趁天黑前离开这破地方，点位断后。赵云看马，曹仁点人，谁掉队先喊，别瞎跑。李鲁部，后面还有1名孩子跟着，没登记。你叫什么？会烧火吗？行。先算半个伙房工。袁绍不追，袁术不追，诸侯们嘴上痛骂董卓，脚下往自家地盘跑得比谁都快。这世上最难受的不是战败，是你一腔热血提起来，发现身边全是凉水。流民192口，溃兵11人，其中2人疑似有劫掠前车，先绑着回去审。铁匠3户，木匠2户，烧炉小孩1个，旧铁137斤，豆子9袋半，草料15铺，驴1头，半辆车。这东西你真要带回济右？它都断成这样了。断了能修，不能修能拆，拆了能烧。你连柴火都不放过。主公，咱们穷。这联军竟就这样散了。董卓未诛，天子未救，洛阳被焚，他们却各自离去。若昨日我追，或许还有机会。主公，要抱腿吗？我说了吗？你刚才像是快说了。主公，你昨日若追，今日咱们这点家底就不是满载而归，而是尸体都凑不齐。董卓敢迁都，就一定安排了断后。吕布还在，西凉骑兵还在，你带300人追上去，救不到天子，拦不住董卓，只会被吕布回头一口吞掉。主公，
昨日与吕布交手，确非虚名。主公想救天子，想诛董卓，没错。可现在不是时候。董卓迁都长安，关中有险，他一时半会儿不会倒。真正要乱的是中原，洛阳烧了，朝廷威严碎了，袁绍回渤海，袁术回南阳，各自都要看自家锅。大家这次会盟，表面是讨武，实际是互相看了一眼家底。等他们回去，第一件事不是继续讨武，是扩兵，是抢粮，是占地盘。董卓在西边挟天子，诸侯在东边抢地盘，中原很快就会碎成一地。那我曹孟德该如何？回己屋。回去之后，第一，清点人口，分田安置，把这批流民变成屯田户。第二，铁匠木匠全归工坊，取园篱继续造，农具先补齐，再修兵器。第三，新收溃兵审干净，能用的变入新兵。第四，山贼苦力别闲着，水渠、壕沟、营墙往死里用。往死里用，敌人不心疼，坏人多干活，应该的。那地盘呢？这就是第五，别急着打大城，即有周边的小乡小寨、无主田、废弃屋堡，能收就收。豪强愿意交粮交人，咱们给他们留脸；不愿意的，就查他们勾结山贼、私藏兵器、欺压流民。若他们没有，主公，他们最好有。你这是要让我做恶人？主公只需做仁义之主，恶名我来背。到时候我带殿尉上门敲锣，主公在后面叹息一声，说李远行事粗鄙，但念在流民无粮，只能暂且如此。你倒把我安排得明明白白。这些东西是盟军遗留辎重，尔等不可私带。你说这是盟军遗留辎重，这个也是，也是，破锅也是，断车轴也是，那袋草料呢？自然也是。都听看见了没有？公路将军仁义啊，连破锅断轴烂车架都记挂着，说全是盟军辎重。公路将军这是舍不得盟军吃哭，要把这些破烂全收回去自己用。殿尉，把那口漏锅给袁术营送过去，再把断车轴也送过去，告诉公路将军，曹营绝不夺人所爱，这些宝贝全归他。昨日才赔了曹营精粮，今日就来抢烂车轴了。不，这些无用之物你们带走便是。不是盟军辎重了，那草料呢？旧铁呢？豆子呢？不是，都不是。早说嘛！简维，把锅拿回来。你真不要？你刚才明明挺想要。曹仁将军，记一笔。袁术营确认我方所得皆非盟军辎重。我这就记。这小子果然早就准备好了。来时我以为天下英雄汇聚于此，必能成事。现在觉得英雄不少，成事的没几个。主公进步很大。你少用这种教学生的语气。这铁能回炉？能打离宅吗？能，就是杂质多，得多锤几遍。多锤，粮给够。李远，若有一日我也有了兵，有了粮，有了地盘，你还拦我讨董吗？看情况，有10万兵我劝你打，有3000兵我劝你等，有300兵我抱腿。俺帮忙报，你喝你的。哦。贤侄啊，你这张嘴，迟早让主公少活10年。贤叔误会了，主公有我在，能多活20年，不冲动就死不了。回济州，回去种田、练兵、造犁修渠，周边无主之地，能收便收。愿归附者安置，不愿者查。主公功名，恶名你背。主公，这种时候你倒记得挺清楚。跟你学的。
完了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张嘴，李远那小子是去酸桃讨渡，还是去洛阳开州唱了？人多未必是坏事。你说的轻巧，粮仓里的粮是你家的，粮仓里的粮也不是你家的了。不行，我得先去看看粮仓，别等那小子一回来，又给我开仓放粥。谁写的牌儿？反正不是我。你也知道自己自丑。主公，这叫术业有专攻。你专攻什么？气你！贤侄，才到家门口，别又惹主公拔剑。贤叔，你胳膊好点了吗？回去让义父看看，别偷练刀。这就离谱！我曹孟德的话，夏侯惇都敢据理力争。李远一句别偷练刀，他竟然真老实。这曹营到底谁是主公？主公，己由没出乱子，可你们这一路带回来这么多人，这粮……曹洪将军，好久不见，一见面就问粮，真亲切。你还知道回来？你不回来，我的粮仓还能多睡2天安稳觉。别急着哭，我给你带东西了。豆子9料15块，旧铁137斤，破锅7口，铁匠3户，木匠2户，还有能干活的人192口。你管叫带东西？这是192张嘴。李远，你是不是觉得己无粮多的吃不完？曹洪将军，你格局小了。这192口里，青壮63，妇人40多，半大小小子20多个，只要安置的好，3日内能下地，5日内能修渠，10日内能进宫队。他们不是白吃饭，他们是会走路的田，是会喘气的良方。会走路的田，此言虽俗，却切中要害。你怎么也帮他说话？这些日子，营中是谁主事？回主公，是曹洪将军管粮，李典先生管策，曹纯将军管外营，陈瘸子带工匠造犁。流民按你走前定的工分制领粮，青壮干活多领得多，老弱妇苗领基本粥。山贼苦役每日2顿稀的，不许进内营。粮仓钥匙3把，我1把，李种1把，曹纯1把。你居然没偷偷给自己留小灶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我真没有。曹洪将军每日都来数米，倒是没多吃，就是看着锅心疼。李主簿走前说那犁还能改，小老儿琢磨了好几日，改了3处，瘦牛拉得动，人扶着也不累。如今营里已经有26家能用的，26家。有山贼苦遇打下手，拆了旧兵器补了犁锥。曹洪将军起初不舍得铁，后来我拉他看了一趟地，他就给了。我那是为了主公大业。懂，心疼的睡不着，也是为了主公。慢些，这不是战场上的大胜，没有人头，没有鼓声，没有诸侯恭维，可这一沟新土，比酸枣那些虚名更扎实。老家没崩，兵荒马乱的年代，谁能把地种稳，谁就能把人留住。主公离营前，已无内外人口共1800余，如今可过2400，已开黄田约700亩，能春播者400余亩，粮仓上余粟600石，豆麦杂粮150余石，称至夏收前上紧，但不至断粮。前提是李远别再乱收人。主公，新兵听令比从前强，但兵器不足，甲更不足。旧铁137斤，断矛头37个，箭头2袋，都给攻防。先打农具，再修兵器。懂，有犁才有粮，有粮才养兵。连陈瘸子这种老将都能张口说出有犁才有粮，说明李远那套东西已经不只是中军帐里的话，他落到地里了，落到锅里了，落到每个人手上了。现已无人口2400余，可战之兵，老卒新兵合计近1000，另有苦役500余，工匠新秀合计40余人。取原炉26架，10日内可增至40架。邪门！曹洪将军，邪门归邪门，账没错吧？账没错。贤侄真神人也。都看主公，主公才是英明神武的那个，功劳你拿，恶名我背，
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何时与你说好了？主公默认了。今日起，己忧不再只是暂驻营地，此处便是我曹孟德立身之基。李典总护策粮策，曹洪守粮仓，调拨需3人同迁。防的不是你，是人性。曹仁整编新兵与溃兵，曹纯管外营守备，夏侯惇、夏侯渊先养伤，随后统练军阵。赵云暂管马匹与骑兵小队。是。李远，管理屯田攻防，流民安置，山贼。主公，这是不太多了，我申请加人。给你文吏3人。加粮？没有。加俸？你有吗？苛刻的东家还是熟悉的配方，我就知道，简陋一时爽，安置火葬场。什么场？我说主公来的正好。你刚回来就查这个？在酸枣时就让留守的人探了，我也想闲，但乱世不允许。王家已经捐过粮，王家留着做样子。这几个小寨能谈就谈，不能谈就查。查什么？主公，他们最好有问题。恶名你背。知道了。活小了，你拉风声还是哄孩子？小七，丁炉，这块铁烧过了，老子把你塞炉里。左列散开，右列压住，听鼓，不听人喊。子龙练兵很稳，就是太稳了。要我说，骑兵就该跑起来，一口气切入敌阵侧翼。妙才将军说的是，只是眼下马少人心，先练听令，再练奔袭。他倒是会享福。李文部昨夜合帐到3更，还骂了主公半个时辰，骂主公半夜不睡觉，非要查装备，说黑心东家迟早遭雷劈。主公没收拾他。主公说等明天再收拾。那就是不收拾了。好啊，真好啊，这袋子缝的也结实。曹洪将军，这是昨日屯田队送来的春麦预估册，不是献粮。预估也好，预估也是粮。你看看这个，若不出天灾，今夏蚁屋周围能收粮不少，咱们粮仓到秋天前可能真能堆满。好事儿啊！问题就在这里，粮仓若堆满了，你会不会又收人？我太了解你了。你看见粮就想找嘴，你看见荒地就想找人。照你们这么折腾，粮仓这辈子都满不了。曹洪将军，你这半年进步很大，你已经能预灿我的预灿了。少来！放心，最近不大收人。真的？小收一点。李赏部，主公召你议事。唉，走吧，曹老板又发病了。坏了，这不是想种地的眼神，是想抢地盘的眼神。李远，己忧太小了。站住！主公，我还一句话没说。你脸上已经说完了。半年了，我曹孟德从陈陵起兵，到如今兵有3000，粮有数仓，民有数千，可地盘呢？就这么一块弹丸之地，再练兵再屯粮，难道都堆在几屋等发霉？主公说的是，弟兄们练了半年，刀都快生锈了。主公盯上哪儿了？陈留。张庙虽与我有旧，但陈卢郡中人心防动。如今董卓西迁，诸侯离散，天下无主。我若取陈辽，不但可得良民，也可立威。取，主公，你现在去抢陈留，那叫贼。你胡说什么？主公取陈闾是为安民定乱，你信吗？妙宰将军信吗？说安民也行吧。你看，他都只能说也行吧。乱世之中，地盘皆凭本事取。袁绍取冀州，袁术据南阳，何人不是如此？所以他们现在一个比一个招人恨。主公，你和张庙有旧，你起兵时人家也帮过你，你现在兵强一点就转头抢他的地盘，天下人不会说曹孟德有雄才，他们会说曹孟德忘恩负义，刚有点家底就咬旧友。打赢了名声臭，打输了家底空，
打成僵持，己午半年白干。那就不打，粮多兵多，就在己午晒太阳。粮多不好吗？好是好，那就继续多。李远，我曹孟德起兵不是为了在己午种一辈子地，天下已经乱了，我若不争，别人就会争。等袁绍、袁术把地盘都吞完，我拿什么立足？这话没错，他急是因为看得见天下正在裂，可现在曹操还没名分，没有门票就冲出去，那就是贼；有门票再出去，那叫奉命平乱，差别大到能让史官换一支笔。东郡，贤侄，你劝东郡做甚？主公别急，再苟半年。苟？再稳半年。东郡现在看着跟咱们没关系，但它位置太要命，北接黄河，西通陈留，东连兖州腹地。谁拿东郡，谁就能把己午这块小窝变成真正的根据地。东郡确实比陈留更适合扩展，濮阳一带水网纵横，可屯田，可练兵，也可控黄河南岸。且东郡太守王勃名望不强，郡中兵力未必能稳。可东郡不是无主之地，所以不能抢，让别人送。送？谁会把地盘送给咱们？袁绍，袁绍如今最头疼的不是咱们，是公孙瓒。北边迟早要打，他要争冀州、幽州一线，就顾不上黄河南岸。东郡若乱，他自己抽不出手，又不能放任贼寇做大。那时候他需要一把刀。主公，你就是那把刀。让主公给袁绍当刀，那不还是被他使唤？要看怎么当。别人当刀是白干活，咱们当刀是连刀鞘一起拿走。若东郡有贼寇作乱，袁绍命主公平乱，主公奉命出兵，打的是贼，救的是郡，拿的是袁绍的名义。打赢以后，东郡太守无能，地方百姓感恩，袁绍又不可能亲自来管，到时候主公留兵驻守，这叫抢吗？这叫奉命安民。同样是拿地盘，名声却完全不同。打陈留是被旧友惹人骂，救东郡是奉袁绍之令平贼安民，甚至还能拿到官职。你如何确定东郡会乱？因为历史上就乱，黑山军白绕余毒那群人迟早南下，但这话不能说，说了容易被当妖怪烧了。主公，这天下还有哪儿不乱的？黑山军盘踞太行，流民贼寇数10万，董卓迁都后，中原空虚，黄河南岸肥得流油，东郡太守迟早守不住。袁绍北顾公孙瓒必然要找人看南边，咱们离得近，兵也有，名声刚在酸枣打出来，他不找主公找谁？有理。那要等多久？半年，最多半年。你是不是喜欢半年半年的熬人？曹洪将军，粮仓多熬半年，你不高兴？好，再等半年。这半年，兵要扩，粮要屯，骑兵要练，工坊要加造兵器，屯田不能停，周边小寨该收的也收。李远，这些都归你安排。主公，我刚才劝你别打仗，不是让你把所有活都打到我头上。我申请病假。准，病死再休。主公，李主簿没病，就是懒。典韦，你今天晚饭少一块肉。喊错了。你说东郡真会送来？会。若不来呢？那就继续囤粮。若我等不及呢？主公，典韦最近饭量又涨了，抱腿更稳。来者何人？袁盟主急令，黑山贼南下，东郡告急。主公，地盘来了。袁本丘欺人太甚，10余万黑山贼，不给粮，不给兵，不给钱，只给一道破令，就要咱们去挡10余万贼兵。他袁绍把咱们当什么垫脚石吗？他袁绍自己人呢？盟主正调兵北上，以备公孙章。所以北边打公孙章，南边挡黑山贼，就让主公来。这是借刀，还是借了不还的刀？袁本丘好大的脸！我曹孟德在济州屯田亮兵半年，不是给他做看门狗的，他自己去争冀州，争名望。如今黑山贼南下，他倒想起我来了。主公不能去，这不是军令，这是催命符。传令，
回使者，就说我曹操兵少粮薄，无力。好，好啊！你疯了！袁绍拿咱们当挡箭牌，你说好？挡就牌？曹洪将军，你格局又小了。这是送死，这是袁老板给咱们送地盘来了。李远，你把话说清楚。主公，半年前我说是什么来着？东郡会乱，袁绍会北顾公孙瓒，他顾不上黄河南岸，到时候会有人哭着把地盘和官印送到咱们手里。这封不是催命符，这是袁绍盖章的门票。什么门票？你说人话！咱们缺名分，主公如今有兵有粮有民，可在天下人眼里，咱们只是一股地方武装，和占个窝房的豪强没区别。主公若抢陈卢，哪怕打赢也会被骂趁乱夺地。可现在不一样，袁绍命主公去救东郡，黑山贼攻打濮阳，东郡太守王崩无能，主公奉盟主之令率兵平贼，打赢了，咱们救的是东军百姓，占的是贼寇退去后的空城，管的是王崩守不住的郡县。袁绍若再想让咱们走，他得怎么说？说曹孟达，你辛辛苦苦帮我挡了黑山贼，现在滚蛋！他袁本初要脸不要？若袁绍不敢，我军便可顺势驻守彭阳。袁绍以为他在甩锅，可他没想明白，这锅里面有肉，没你的肉。哈哈哈，好一个锅里有肉！袁本初想让我曹孟德替他守南门，那我便守。守着守着，这南门归谁，可就不好说了。可黑山军10余万，不是闹着玩的，地盘再好也得有命拿。是啊，3000兵对10余万，怎么打？谁说要硬打？黑山军号称10余万，里面有多少真兵，多少老弱，多少些百姓，多少是为了混饭吃的流民。他们人多，粮号就大，他们攻城，队伍必散，他们轻视主公，必骄。主公只要不犯病，机会多的是。哼，我何时犯病？你把眼神收回去。主公英明。回去告诉本初兄，曹操奉令，黑山贼乱东渡，曹某自当领兵平之。曹公高义。别光高义，东郡告急。袁盟主既然命我家主公出兵，总不能一点表示没有吧？军情紧急，粮草调拨不便。我懂，袁盟主忙着打公孙章嘛，那就给文书，一份明令，写清楚，曹宗奉袁盟主之令，领兵入东郡，讨黑山贼，安抚郡县，沿途郡县屋堡豪强不得阻拦，若有人拒不供给，可按通贼论处。这怎么，袁盟主让人卖命，却连张纸都舍不得？对，不给粮也就算了，连文书都不给，还想让咱们空着手去？这里加上安抚郡县，这里写粮草可就近收取，战后造册报盟主。别写借，写支取，借是要还的，支取听着大义。好家伙，袁绍还没给粮，李远已经开始替他报账。来人，传令，曹仁整兵1500，随我北上。夏侯惇、夏侯渊各领500精锐，李典守测粮，曹纯留守己务，曹洪守粮仓。主公，我也去。你不能去，粮仓离不开你。曹洪将军，别哭，这些粮出去会带回来一个东周。若带不回来呢？那我让典韦把袁绍使者绑回来抵粮。李老部，马鞍可还稳？稳是稳，就是他看起来不太想驮我。他只是年纪大些。他要是不驮，俺驮你。不至于。出发！都记清楚，今日出粮300担，少带一个东郡，老子找李远算账。主公，东郡太守早已弃城，白绕昨日入城，纵兵抢粮，今日听闻我军到达，已经集兵出城。白绕扬言说曹公不过数千兵马，他半日便可踏平。好大的口气！
主公，你干什么？别拔！你拔剑之后，是不是还要说一句“诸将随我破贼”？我何时要说？把你的眼神收回去。主公，杀猪不用牛刀。你把几万黑山军当猪？猪比他们排队整齐，猪也没这么吵。把他引进来。这片地看着能走，其实烂得很。前几日下过雨，地底都是湿泥。部族进去，前排还能走，后排一挤就会堵。黑山军人多，但不懂军阵，他们看见咱们败退，只会一窝蜂追。等他们追进这片泥地，前后挤在一起，左右展不开，人越多越乱。诈败！妙才将军带500人去正面骂阵。我？你跑得快，500人诱敌，若白绕派骑兵追击，如何脱身？黑山军骑兵不多，且马杂不成队列。若妙直将军不恋战，只做扰敌，隐退不难。曹仁将军带800部族埋伏左侧土丘后，用盾矛阵，等他们乱起来，从侧面压过去，把他们往泥地里挤。贤叔带800人藏右侧。贤侄放心，你别一开打就冲进敌阵。我像那种人。你们什么意思？贤叔，你是猛将，不是投石车。今天你的任务不是砸进去，是堵住右边，不让他们散开。主公带中军压后，你不能冲，你一冲，中军就动，到时候阵脚乱了，白绕没被坑死，咱们先把自己坑了。那你呢？我在那里，观敌调度。说人话。怕此。俺陪李本部，谁冲到他面前，俺打死谁。子舵，这里。云岭骑兵突阵，今日这把尖刀你来当。这仗敌众我寡，前面靠妙才将军诱敌，左右靠曹仁将军和贤叔压阵。但真正决定白绕会不会崩的是中军那一下，打蛇打7寸。黑山军不是铁板，他们是靠白绕那杆大旗拢起来的。旗一倒，人心就散。云明白。别恋战，你的任务不是杀多少人，是把他们的胆子打碎。诺。又是这小子，好东西全被他往怀里捡。传令，各部按李远之计行事。夏侯渊诱敌，曹仁左扶，夏侯惇右辅，赵云领骑兵兵待击，中军随我压阵，擅自出阵者斩。诺。哈哈，曹操呢？不是说宣曹斩华行，退吕布吗？怎么就带这点人来送死？白柔，你带这么多人出来，是怕自己死得不够热闹？我家主公原以为黑山军有10万猛士，今日一看，都是些拿锅铲的恶鬼。就你们这副样子，也敢占濮阳？趁早把城门洗干净，跪着把粮仓钥匙送出来，省得爷爷动手。就这点人，还敢嘴硬？二郎们，给我冲！曹军败了！对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全军压上！去曹操首级者，赏200刀！李远这小子真把他们当猪赶了，慢点儿，别跑太快。将军，跑慢了会被追上。废话，不让他们追上点儿，他们怎么进坑？
去！有伏兵，左边有曹军，压过去，一个也别放出来！稳住！都给我稳住！他们人少。差不多了。跟我杀！剑道出鞘了。跟上！拦住他！谁拦住那白马小将，赏粮500担！他不好，不骂，谁挡他，谁就没了。离谱！他挺能打，能从典韦嘴里说出“挺能打”3个字，已经约等于封神。白马银枪，冲进几万人里，不像冲阵，倒像回自家院子拿东西。我原本以为吕布已经天下无敌了，没想到有人比他还勇猛。这是谁的部将？主公，别演了，这是你的部将。我不知道吗？知道你还问？主公这是高兴，贤侄好眼力，子龙这等人物果然没有看错。大侄子这回捡得好。曹仁将军，咱能不能换个称呼？贤大侄。围死他！撤！撤！大帅败了，曹军杀进来了！告诉子龙，收住口子，驱散就行。为啥不追？那白绕跑了。白绕跑不了太远，可现在追急了，咱们这点骑兵容易被乱军裹进去。再说了，满地都是人，跑了白绕一个，不亏。能吃饭干活的人，对，能修渠，能开荒，能推车，能搬粮。那比砍了强。李远，接下来如何？打完了，抓人啊！俘虏太多，若尽数收押，粮草压力不小。主公，这些人里有不少是被裹挟的流民，真要全部砍了，濮阳百姓看见什么？看见曹军杀降，以后东郡赶县听见主公来，第一反应不是开门，是死守。但也不能放，放了他们回头继续当贼，所以先捆起来，头目、惯匪，手上有人命的分出来，剩下的押到城外干活。濮阳城墙要修，沟渠要清，荒地要开，他们吃了东郡的粮，就拿命给东郡还。按你说的办。传令，不许乱追，不许厮杀跪降者，不许抢包袱，全军换麻绳。黑山贼兵能站的自己抱头排队，头目另押，敢藏刀敢反抗的就地砍了。李母部，真换麻绳？你还想用刀砍到晚上？是。
手伸出来，别乱动。我们里门部说了，老实干活有饭吃，乱动脑袋翻街。子龙，今日一战，你当首功。是李主簿调度得当，诸将合力，云不过奉命突阵。看看什么叫优质员工，不抢功，不甩锅，能打能干，还会说话。你笑什么？我替主公高兴。哼，你是替自己捡了个猛将高兴吧？也行。痛快！贤侄，这仗打得痛快，几万人被咱们按进泥里揍，白绕内斯跑得比兔子还快。贤叔别拍。贤侄真乃神人也。主公，白饶带着几千残兵往东北跑了，追不追？先不追，濮阳要接，俘虏要押，城里粮仓要保。白饶败了一场，短时间不敢回头。咱们先把东纣太守的空椅子做热。空椅子，这3个字说的心里格外舒服。进濮阳。李武部，绳子快不够了。去把濮阳城里能拆的破门帘、八带、草绳都收来，顺便找找粮仓。粮也归俺搬，你搬得多，晚上加肉。百姓不听口号，他们只看你进城之后是拿刀还是架锅。有粮味儿。你现在对粮比狗还灵，俺饿的时候比狗灵。主公。濮阳粮仓上有粟米3000余担，豆麦1000余担，城中府库还有布匹、盐、旧甲、杂铁若干。粮仓封门，贴封牌，派2队人轮值，没有主公和我的手令，谁都不许动。派2队人轮值，没有主公和我的手令，谁都不许动。为何还要你的手令？主公心软，尤其在宗族将领喊饿的时候。都听着，曹冲奉元盟主之命来东救平贼。黑山军抢的粮，今日先熬粥，老弱妇孺先领1碗，青壮想吃第2碗。明日到城外登记，修城墙、清沟渠，干活换粮。谁敢抢，砍；谁敢插队，打；谁敢趁乱欺负妇孺，挂城门口。郡爷，真给粥。谢曹公。给他也舀1碗。蛋，你要不要再点个菜？有肉吗？锅一架，粥一发，刀一立，秩序就回来了。这东西比喊100遍仁义有用。主公，粗略一数，活捉7000多人，其中轻壮不少，头目和手上沾血的已经另押。唉，李远，你准备拿这些人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先捆着。捆着不用吃饭，7000多俘虏，再加城中百姓，再加咱们3000兵，这些黑山贼昨日还拿刀砍咱们，今日你就要给他们饭吃。依我看，头目砍了，惯匪也砍了，剩下看着不老实的一并砍，留1-2千能干活的就够了，省粮还立威。怎么，你又要说我格局小？不。李远，你敢踹我？我不光敢踹你，我还想拿周勺敲你。曹洪将军，你是不是对劳动力3个字过敏？7000多青壮，会走路，会扛粮，会挖土，会修墙，会拉车，你张嘴就砍，你当他们是地里的草，割了明年还长？他们是贼，他们当然是贼，所以头目要砍，惯匪要罚，手上有人命的要杀。可你睁大眼睛看看，剩下那些是什么？你原先做什么的？为何从贼？种地的，家里没粮，县里征税，爹娘饿死了，俺跟着人进山，能分半碗糠。俺是佃户，庄主跑了，兵来抢粮，孩子饿得哭，黑山军说跟着走有饭。俺被裹来的，他们说不走就砍俺娘，听见没有？他们不是金饼，也不是粮袋，砍了不会变粮，留着才会变粮，留着万一再反。所以要分，头目、惯匪、杀人抢女人的挑出来，砍一批挂一批，剩下的打散编队，10人一组，互保连遭，给饭不白给，修城墙、挖护沟、清淤渠、开源地、搬粮仓，一日不干没饭，偷懒扣饭，逃跑全队扣粮，告发逃跑的加半碗。东郡刚被黑山军祸害过，田荒了，沟堵了，城坏了，人心散了。主公要坐稳东仲，靠3000兵够吗？
不够，靠杀人立威够吗？也不够，得让百姓看见，曹军来了，贼被抓了，州有了，田能种了，城能守了。这些俘虏就是给百姓看的，他们昨日抢粮，今日就让他们当着全城人的面，把抢坏的路修回去，把堵死的沟挖开，把荒田翻出来，百姓看见了，心里才会顺。如此既安民，又补劳力。东郡荒地不少，若按己用之法屯田，来年粮草可观。让昨日的贼明日替咱们种粮，倒也痛快。贤侄说的对。我没拍你，那粮呢？这么多人总要吃，先吃黑山军抢来的，再吃王干留下的，再让各县豪强捐一点。捐一点？嘿嘿嘿，曹洪将军放心，这次不动己无粮仓，先动东郡豪强的。曹公神武，白饶贼众竟一战而溃。奉本居兄之令，平东郡贼乱，分内之事。盟主知之，王公弃城无能，东郡不可无主，特命小人奉上东郡太守印绶，请曹公暂领东郡太守，安抚郡县，清剿余贼。太守印绶，从陈陵起兵到酸枣会盟，我有名望，有兵，有粮，却一直缺一块真正立得住的官牌。如今这枚印绶送到面前，便等于告诉天下人，曹莫德不再只是一个住在济无的义军头领。主公，东郡到手了！恭贺主公！主公有郡可依，曹军根基成矣。这玩意儿能换肉吗？能换一郡的肉。李远，你是不是早就在等这一刻？主公，这话不能乱说，这是袁盟主英明，识人善任。哼，你少装。那我换个说法，袁老板人真好。传令，濮阳葛门张榜，曹操奉袁盟主令，暂领东郡太守，平贼安民。城中不得喧哗，不得劫掠，俘虏按李远之法处置，头目审明后斩。其余降卒登记造册，城外设营，以工代胄。再加一条，凡黑山降卒放下兵器，老实干活者，每日2顿稀粥。干满30日，无逃亡无闹事，可分入屯田营。愿留东郡耕作的按户编辑，来年分荒地。若有家眷流落，报名姓名籍怪，曹军可代为查访。你还给他们分地？不分地，难道让他们吃完粥继续进山？主公现在缺的不是死人，是人丁。东郡空了田，就得有人种；人心空了，也得拿饭和地填回去。写。还没死，哭什么？喝完去挖沟。挖，给饭就挖。就是他，他杀了我男人，他抢了我家粮。黑风山头目作恶多端，斩！李远，东郡拿下了，我曹操终于有一郡之地了。恭喜主公，从流动摊贩升级成有铺面的小老板了。你能不能说句好听的？铺面位置不错，客流量很大。迟早有一日，我要把你这张嘴缝上。主公舍不得，缝上了，谁替你把贼变成农夫？哼，算你还有用。主公放心，我们以后都会越来越有用的。